完了完了完了！我就出来捡个丧尸晶核，怎么就惹上这只巨大的变异兽？这回真的死定了！有救了！那是。 我在末日废墟中开了一家百货大厦，大厦里清水、食物、药品、武器，一切生存物资应有尽有。而我只有卖出东西，才可以在系统商城兑换各种能力，提升自己。但在这个怪物肆虐的末日，除了丧尸和各种怪物，早就没了活人的踪迹。就在我思考如何寻找客人的时候，门外传来了异响。我猛地从椅子上弹起，死死盯着街道尽头。我看见街道尽头的废墟中冲出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衣衫褴褛，身上的衣服早已被撕扯成布条，破碎衣衫下若隐若现的曲线，透着一种惊心动魄的凄美。她身后仅50米处，一只形如猎豹的怪物正紧追不舍。那怪物浑身覆盖着黑色的鳞片，每一次落地都在水泥地上留下深深的抓痕，距离正以一种致命的速度疯狂缩短。绝望之中，一道光芒刺破灰暗的废墟，映入眼帘。那是一座百货大厦，温暖的光透露着一线生机。来不及疑惑，他牙关紧咬，榨干身体里最后一丝力气，疯了一般朝大厦狂奔。就在他距大门仅剩几步之遥时，身后腥风骤然炸起，变异猎豹般的怪物已贴到身后，腥臭巨口猛地张开，獠牙直锁他后颈。生死只在一瞬之间。他爆发出了最后潜能，整个人向前猛地一扑，几乎是贴着地面冲进了大厦的感应门内。变异体紧随其后，带着一股腥风，凶狠撞向大门。一声低沉的嗡鸣响彻大厅，预响中的撞击声并未传来。大门口金光猛地爆炸，那只跃在空中的变异体像是撞上高压电一声闷响，变异体连惨叫都没发出，直接被恐怖的反震力弹飞。还在半空中，他的身体就如同被重锤击中，瞬间解体，化作一团血雾炸开，几块碎肉啪嗒掉在门外，丝丝黑烟从残骸上缓缓冒起。我当场看呆了，下一秒狂喜涌上心头，这大厦的防御竟如此牢不可破。虽然系统给予了我无敌的实力，但只在大厦里面无敌。好在面前的人足够的幸运，我也终于迎来了第一位客户。我飞快理了理衣领，摆出一副从容淡定的模样，缓步朝门口走去。地上那个女人正大口喘着粗气，胸膛剧烈起伏。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茫然地抬起头。当看清四周环境时，她整个人都傻了。明亮的灯光，洁白的地砖，还有站在不远处衣着干净的我，这一切在这个充满绝望的末日里，简直比天堂还梦幻。我这是死了。他喃喃自语，声音沙哑。紧接着，他的目光越过我，死死定格在我身后的货架上，尤其是那一包包真空包装的牛肉干，红润的色泽在灯光下诱人至极。清晰的吞咽声响起，下一秒，他像疯了一样从地上爬起来，直接无视了我，直扑货架。他的手伸向最近的一包牛肉干，就在指尖即将触碰的瞬间，一层柔和但坚韧的光膜凭空浮现，挡住了他的手。女人一愣，再次用力抓取，光膜纹丝不动。她不信邪，用沾满血污的手疯狂拍打、撕扯，甚至用牙去咬，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给我吃的！可惜系统光膜连变异体都撞不破，何况是他。折腾半天，他瘫坐在地，绝望地看着近在咫尺的食物。折腾够了吗？我适时开口，声音平静。女人猛地回头，眼神警惕。你是谁？我是平安百货大厦的店长陈念安。我轻抬下颌，这里是商场，想要东西自然要买。女人愣住了，如今是末日，金钱什么的早就没了意义。我不要钱。我摇摇头，目光停在她胸口上，上官青竹瞳孔猛缩，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她下意识低头看向自己褴褛破碎的衣衫，布料残破的几乎遮不住身体，瞬间又慌又窘，双臂慌忙紧紧抱住自己。她心头骤然冰凉，这是末世，自己一介手无寸铁的弱女子，孤立无援落在陌生男人手里，会遭遇什么？连想都不敢想。她面露纠结的神色，要活命还是尊严？不久，她似乎下定了决心，她一只手缓缓抬起，将衣服从胸口位置往下拉了拉。那老板觉得我值多少钱？他声音颤抖，却努力装作镇定。我露出玩味的笑容。你觉得你价值多少？这下换他犹豫了。我不再逗他，我只要你身上的那块能量晶核。女人浑身一僵，下意识地看向自己的胸口，破碎的衣衫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因呼吸而颤抖的部位深处，藏着一枚散发着微弱光芒的晶核，正紧紧贴在心口的位置。那是他唯一的依仗，那是丧尸与变异兽的能量结晶，是异能者进化的关键，更是他拼了半条命才从死人堆里抠出来的救命稻草。本打算用来换一支劣质药剂苟延残喘，可现在腹中剧烈的绞痛让他弯下腰，饥饿正在吞噬理智。如果不吃东西，他今晚都活不过去。能换多少？他颤抖着手，从里面掏出一枚拇指大小的灰白色晶体，一节普通丧尸晶核。我接过晶核，一道细锐的系统扫描光纹便瞬间缠上晶核。一阶普通晶核，价值10积分。这一枚可以换一包特级牛肉干，外加一瓶水。牛肉干，女人的眼睛瞬间瞪圆。在基地，这枚晶核顶多换2块发霉的黑面包，这里竟然能换特级牛肉干。换！我换！他急促大喊，生怕我反悔。交易成立，随着提示音，账户积分变成10，光膜消散。他起身一把抓起那包牛肉干，甚至没力气撕开，直接用牙咬破包装，抓起一大把肉干就往嘴里塞，肉香在口腔炸开。他一边咀嚼一边流泪，那种久违的满足感让他浑身颤抖。直到一整包牛肉干下肚，又灌了大半瓶水，他才长出一口气，瘫软在货架旁。他抬起头，眼神复杂的看着我，又看了看这满屋子的物资。
那个老板，他声音虚弱。我还想吃。想吃就买。我指了指货架，还是那个价。女人脸色一僵。我没有金盒了。随后，她起身往前走了一步，身上的破布条晃了晃，腰腹与肩头的肌肤露了大半。她似乎是豁出去了，眼神里带着一种决绝的妩媚。老板，你看我能值多少积分？我挑了挑眉，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虽然沾了些灰，但底子确实好，该有的地方有，该瘦的地方瘦，尤其是那双腿，极品。可是你真的不值钱。我淡淡的说，他眼里的光瞬间暗淡下去。不过，我话锋一转，指了指空荡荡的大厅。你看这地方这么大，我刚好缺个跑腿的店员。上官青竹猛地抬头。你是说，我可以留下来，为你工作？我点点头。包吃包住，热水管够，但要绝对服从命令。我愿意，我愿意。只要能留下来，不让我干什么都行。他又连忙躬身，恭谨地报上名字：“老板，我叫上官青竹。”行了，别搞这些虚的。我转身回到收银台，打开系统面板，解锁店员招募权限，已达成，需支付10积分作为初始支付与契约费用。我嘴角抽了抽，合着我刚赚的这10积分还没捂热乎就得交出去。但看着外面那群游荡的丧尸，再看看眼前这个还算有点战力的我，咬咬牙，选择了解锁。招募权限开启，请为您的首位员工选择制服样式。屏幕上弹出一排选项，我想着既然是末日百货，怎么也得整个专业点，比如防弹背心加迷彩裤之类的。结果系统给出的选项让我两眼一黑。选项 A 女仆装黑白经典款，自带猫耳。选项 B 兔女郎装高叉款，自带网袜。选项 C 粉色甜心导购装超短裙白丝高跟鞋。我嘴角一抽，系统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外面全是丧尸，你让员工穿高跟鞋跑业务啊？系统毫无感情地弹出一行字：本大厦出品制服皆附带特殊属性，防咬、耐磨、恒温、自动清洁，鞋跟经过特殊加固，可作为钝器击碎头骨，奔跑时抓地力正50%。我无言以对，你是系统你有理。我瞥了一眼上官青竹，这姑娘虽然现在脏兮兮的，但洗干净了应该是个美人胚子。既然没得选 ，C 就选 C 吧。我无奈的点了确认。扣除10积分，契约生成中。一张泛着淡淡金光的羊皮纸凭空出现在我手中，与此同时，一套折叠整齐的粉色衣物也出现在收银台上，上面甚至还放着一双精致的粉色高跟鞋。我把契约往上官青竹面前一拍，签了它。上官青竹哆哆嗦嗦的拿起契约，上面的条款并不复杂，商场为上官青竹提供食宿和安全庇护，但是上官青竹要认真工作，无条件听从老板命令。上官青竹的声音在发颤，真的包吃住？在这末日里能有一口吃的就不错了，竟然还包住，更别提这里可是绝对安全区。不仅包吃住，洗澡水也是热的。我补充了一句，上官青竹二话不说，就在契约上按了个手印，生怕我反悔。很好。我指了指那套粉色的衣服，后面有员工休息室和淋浴间，去洗洗，换上这身衣服，准备上班。上官青竹看着那套粉嫩嫩的短裙和高跟鞋，表情明显呆滞了1秒，但很快就被坚定的神色取代。只要能活命，别说穿这个，就是让他穿比基尼杀丧尸他都干。大约半小时后，上官青竹从休息室缓缓走了出来。我正喝着水，差点一口喷出来。洗干净后的上官青竹简直判若两人，原本脏乱的长发此刻柔顺的披在肩头，那套粉色的导购制服穿在她身上实在是太犯规了。超短裙下是一双包裹着白丝的长腿，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哒哒声，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人的心上，这简直就是某个高端会场走来的顶级模特。上官青竹有些局促的扯了扯裙摆，老板，我准备好了，似乎已经做好了心理建设。现在要做什么？很简单，我指了指门外，发传单、拉客。传单？上官青竹一愣，哪里有传单？我也有点懵，问系统传单呢？检测到宿主需求，正在生成宣传单，是否开启自动分发模式？这还能自动分发？牛啊！我大喜，开启。下一秒，收银台上的打印机突然像抽风了一样疯狂涂纸，眨眼间，几千张花花绿绿的传单凭空飞起，汇聚成一股纸旋风。我正期待着它们能精准的飞到每个幸存者手里，结果我看到大厦的排风扇突然反向猛转，那几千张传单直接被吹出了大门，飞向了灰蒙蒙的天空，就像谁家办丧事撒的纸钱一样，洋洋洒洒，漫天飞舞，最后极其敷衍的随风飘向了城市的各个角落。上官青竹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丝关爱智障的成分。老板，这就是您的自动分发。我尴尬的咳嗽一声，这叫广撒网。那个也不能光指望风，你还得去实地跑跑。我随手抓起桌上剩下的一沓传单塞给他，又拿了2小包试吃装的饼干作为样品。去附近的废墟看看有没有活人。记住，你的任务是把人带回来消费，业绩好了晚上加鸡腿。听到鸡腿，上官青竹瞬间两眼放光，他郑重的点点头，踩着那双系统加持的高跟鞋推门而出。大门关上，我又成了孤家寡人，但我没闲着，立刻调出了大厦周围的监控画面。这套监控系统覆盖了方圆2公里的范围，清晰度堪比 4K 电影。屏幕上那个粉色的身影在废墟中显得格格不入，却又异常显眼。附近的废墟是前些天刚被异兽潮扫荡过的地方，按理说应该还有幸存者躲在地下室或者夹缝里。上官青竹显然是个老手，他并没有在大马路上瞎晃，而是专门往那些隐蔽的墙角、地下入口钻。大概过了20分钟，监控画面里，上官青竹在一处倒塌的商场废墟前停了下来，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轻轻敲了敲一块松动的水。谁？水泥板下传出一声低喝，紧接着探出一根黑洞洞的枪管。上官青竹举起双手，示意自己没有恶意，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包试吃。我是平安百货的导购员，这附近新开了一家商场，
有充足的食物和水，这是样品。水泥板被推开，钻出一个脏兮兮的大叔。百货商场，你有病吧？他正是这片小区域的一个幸存者头目，名叫赵铁。他身后还跟着3个瘦得像猴一样的跟班。赵铁看着上官青竹这一身粉嫩的打扮，先是一愣，随即露出警惕的神色。你是哪个基地的？穿成这样出来勾引丧尸，还是勾引人？你可以尝尝这个。上官青竹也不废话，直接把饼干扔了过去。赵铁接住，疑惑地撕开包装，一股久违的小麦香气瞬间钻入鼻孔。他脸色一变，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脆香，还有糖分。这东西哪来的？你们有多少？他猛地跨前一步，枪口几乎顶到了上官青竹的脑门上。上官青竹面不改色，平安百货大厦，只要你有金盒，想要多少有多少。如果不信，可以跟我去看看。赵铁死死盯着他，又看了看手里的饼干包装袋，贪婪终究战胜了理智。带路！赵铁一挥手，招呼身后的兄弟都跟上。要是敢骗老子，就把这娘们抓了！上官青竹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转身带路。监控室里，我看着这一幕，心里却隐隐升起一丝不安，因为在屏幕的边缘，赵铁他们身后几百米的一处断墙后，几双阴毒的眼睛正死死盯着他。那是这附近臭名昭著的刀疤帮，他们不做拾荒者，专做猎人，猎杀其他幸存者。老大，那女的穿的那么干净，手里肯定有大货。一个刀疤脸的小弟低声说道。为首的刀疤男舔了舔嘴唇，眼神阴鸷。跟上去。如果真有什么好东西，咱们就来一个黄雀在后啊！一群人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就像一群嗅到血腥味的猎狗。我看着监控，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想黑吃黑，我冷笑一声，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进了这扇门，就是我的规矩。谁是猎人，谁是猎物，还真不一定呢。系统，准备一下欢迎仪式，咱们的第一批大客户要上门了。收到，大厦灯光已调至最亮，背景音乐好运来，准备就绪。能不能换首稍微有点格调的？已切换背景音乐，恭喜发财。随便你吧。大厦的感应门缓缓向两侧划开，一股强劲的冷气裹挟着食物的香甜气息，瞬间冲散了赵铁等人身上的汗臭和血腥味。赵铁一步跨进大厅，整个人像是被施了定身法，瞬间僵在原地。这是……赵铁结结巴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太干净了，洁白如玉的地砖倒映着明亮的灯光，空气中没有一丝腐臭味，只有令人心醉的清香。而最让他们疯狂的是那一排排整齐的货架，真空包装的牛肉干，红艳艳的苹果，新鲜的蔬菜，堆积如山的矿泉水，这些在末世里极度稀缺的东西，此刻就像垃圾一样随意堆放着，都不准乱。赵铁毕竟是个小头目，死死按耐住心里的贪婪，低声呵斥。他看得出这里太诡异了，尤其是那个坐在收银台后面，一脸笑眯眯看着他们的年轻人。在这个人吃人的世道，越是美好的东西，往往越是要命。欢迎光临平安百货大厦。我坐在真皮转椅上，露出职业化的微笑。赵铁刚想开口，大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哈哈哈哈！果然有大货！一个嚣张至极的声音打破了大厅的宁静。紧接着，7、8个满脸横肉的男人冲了进来，为首的一个脸上横着一道狰狞的刀疤，手里提着一把还在滴血的消防斧，身上的戾气浓得化不开。是刀疤帮。赵铁脸色一变，下意识地往旁边缩了缩，眼里的恐惧根本藏不住。在这片废墟里，刀疤是个真正的狠角色，据说觉醒了力量系异能，手底下的人命没有100也有80。刀疤瞥了赵铁一眼，像是在看一只蝼蚁。赵铁，你也在这儿啊？滚一边去，别挡了老子的财路！说完，他贪婪的目光在大厅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货架上，眼里的红光大盛。发了，真他妈的发了！刀疤激动的浑身颤抖，他猛地举起斧头，指着我吼道：“小子，不想死的就把仓库钥匙交出来！还有那个穿粉衣服的小娘皮，也给老子留下！”站在旁边的上官青竹脸色惨白，他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脚步却不可察觉地往旁边挪了半步。他没有站在我身前替我挡刀，也没有躲在我身后寻求庇护，而是拉开了一点距离，眼神在我和大厅的侧门之间游移。他在评估，毕竟自己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我没动，依旧笑眯眯地看着他。本店禁止喧哗，更禁止抢劫，买东西欢迎，闹事的话，闹事！老子今天不仅要闹事，还要杀人！刀疤狞笑一声，根本不想废话。他浑身肌肉暴涨，显然是发动了异能，抡起斧头就朝我冲了过来。死吧！就在他跨过收银台前的那条黄线瞬间，我轻轻叹了口气，跪下。2个字，轻飘飘的，却像是天线。一股恐怖到无法形容的重力凭空降临。正在冲锋的刀疤只觉得身上像是突然压了一座泰山，他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膝盖发出一声令人牙酸的碎裂声，整个人毫无征兆的重重砸在地板上。那把消防斧脱手飞出，当啷一声掉在我脚边。凄厉的惨叫声才刚刚响起，就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硬生生压回了喉咙里。刀疤整个人呈大字形趴在地上，脸贴着地砖，被挤压的变了形。别说站起来，连根手指头都动不了。而跟他一起冲进来的那几个手下也没好到哪去，一个个整齐划一的趴在地上，发出痛苦的闷哼声。我说过，本店禁止喧哗。我内心狂喜，系统之前说我在这个大厦里面是无敌的，原来这么的无敌啊！这感觉真是太爽了。我缓缓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地上的刀疤，脸上的笑容一点都没变。怎么就不听劝？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站在旁边的赵铁等人吓得魂飞魄散，没有任何动作，甚至连手指都没抬一下，仅仅是说了2个字，一个异能者加7、8个壮汉就全废了。这是什么异能？言出法随还是重力控制？上官青竹更是瞳孔猛缩，原本心里那点对陌生老板的小心思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敬畏和恐惧。他庆幸自己选择了千脉神器，
而不是动歪脑筋。本来我是个讲道理的。我绕过收银台，缓步走到刀疤面前，蹲下身，目光淡漠地扫过他，如同看着一头待宰的肥猪。但我这人做生意有个原则，雁过拔毛。既然进来了，哪有空手出去的道理？刀疤此时已经吓破了他拼命调动体内的异能，却惊恐地发现，在这个大厅里，他的异能就像死了一样，完全没有任何反应。这根本不是人类能拥有的力量，这是神！大爷饶命！我错了，我错了！重力稍稍松了一些，刀疤立刻涕泗横流，拼命磕头。我有眼不识泰山，求求您放过我吧！放了你，我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我也不是什么恶魔，只要你买东西，就是我的顾客，顾客就是上帝，我怎么会为难上帝呢？买！我买！刀疤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手忙脚乱地从怀里掏出一个脏兮兮的布袋，一股脑地倒在地上，全是金盒，起码有30-40枚，其中甚至还有2枚2阶的淡绿色金盒。这家伙果然是个肥羊。老板，这些够不够？刀疤战战兢兢地问。我满意的点点头，随手一挥，地上的金盒瞬间被一层淡青色系统光幕包裹，无声无息地被尽数吸收。获得1阶金盒35枚，2阶金盒2枚，共计积分550点。鉴于你是大客户，我给你打个折。我随手从货架上拿了2包面包和1瓶水扔给他，这算是赠品。刀疤愣了一下，看着手里的面包，他没想到这个恐怖的老板竟然真的做生意，不仅没杀他，还给吃了。这面包软乎乎的，一看就是高级货。谢谢老板，老板您真是好人。刀疤一边哭一边往嘴里塞面包，心里发誓以后再也不来这个鬼地方了。这面包真香啊，比人肉好吃多了。看着他吃完最后一口面包，我也收到了积分到账的提示。吃饱了吗？饱了，饱了。刀疤连连点头。既然吃饱了，那这笔交易……我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神色冷得像冰。刀疤的笑容僵在脸上。老板，我一挥手，一股无形的恐怖力量再次降临，这一次化作狂暴的推力。刀疤和他7、8个手下，如同被随手丢弃的垃圾袋，瞬间被掀飞5、6米远。门外闻到血腥味早就聚集过来的丧尸群瞬间沸腾，数十只丧尸像潮水一样扑了上来。失去了大厦庇护的刀疤，哪怕是异能者，在被摔得7荤8素的情况下，也根本无法反抗。凄厉的惨叫、血肉撕裂的声响从门外传来，听得人头皮发麻。大厅内死一般的寂静，赵铁等人脸色煞白，2条腿抖得像筛糠一样。前一秒还笑眯眯的做生意，后一秒就直接把人喂了丧尸。这个老板比丧尸还可怕。好了，苍蝇清理干净了。我转身拍了拍手，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慢悠悠坐回椅子上，看向赵铁，露出一副人畜无害的笑容。现在，这位顾客，你要买点什么？买，我们买。赵铁猛地回过神来，生怕晚1秒就被扔出去喂丧尸。他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冲到收银台前，把背包里所有的家当全倒了出来，几根金条，还有10几枚金盒。我要那个肉干，还有水果、蔬菜也要，所有的钱都换。赵铁语无伦次地喊：“上官，帮客户拿货。”我淡定地吩咐。上官清主此刻对我的敬畏已经到了极点，动作麻利地开始装袋。牛肉干、苹果、大白菜、火腿肠。货架上那一排排物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当最后一包牛肉干被装进袋子时，赵铁眼里的恐惧终于被狂喜取代。这么多物资，足够他们小队舒舒服服过1个月。就在这时，一道柔和的白光扫过货架，原本空荡荡的货架上凭空出现了满满当当的新货，就像是变魔术一样，刚才被拿走的东西瞬间补满，连摆放的位置都一模一样。神迹，这是神迹啊！赵铁捧着物资，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看着我的眼神已经不仅仅是敬畏，而是狂热的崇拜。拥有这种凭空造物、瞬间杀人手段的存在，除了神明还能是什么？感谢神明赐予食物，我们以后一定天天来进贡。赵铁带着手下千恩万谢的退了出去，那模样比见亲爹还亲。随着他们离开，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交易完成，获得积分320点，当前总积分880点。我看了一眼积分余额，加上之前的，距离解锁2层只差一点点了。老板，您太厉害了！上官青竹站在一旁，看着我的眼神里满是小星星。基本操作，我淡定的挥挥手，虽然心里慌的一批，但表面必须稳住。今晚加餐，给你加个鸡腿，谢谢老板。听着外面渐渐平息的惨叫声，我闭上眼，心里盘算着明天的计划。有了赵铁这帮活广告，明天生意只会更好。赵铁带着那几大袋物资回到营地的时候，整个聚集地都炸锅。起初没人相信他那套神明百货的说辞，大家看他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饿疯了的神经病。直到赵铁当众撕开一包特级牛肉干，那股浓郁的肉香瞬间在空气中弥漫开来，盖过了营地里常年不散的腐烂味。是真的，真的是真的，有肉有水，还有新鲜的苹果。这一晚，赵铁的帐篷成了整个营地的中心，他就像个布道者，一遍遍讲述着平安百货大厦的神奇、无敌的防御，随手镇杀异能者的店长，还有那无穷无尽的物资。贪婪是比病毒传播的更快的瘟疫。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还在睡梦中，就被一阵嘈杂的喧闹声吵醒了。老板，开门啊，让我们进去，我有金盒，别急，老子先来的。大厦门口的广场上，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头，粗略估计至少有300-400人。这些人一个个眼冒绿光，死死盯着大厦紧闭的玻璃门，那架势不像是来买东西，倒像是丧尸围城。赵铁带着昨天那几个跟班，正满头大汗的站在门口维持秩序。大家别挤，排队。店长说了要守规矩，可在这群饿红了眼的幸存者面前，赵铁那点威信就像大海里的一叶扁舟，瞬间就被淹没了。去他喵的规矩，老子快饿死了！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一把推开赵铁，挥舞着手里的铁棍，谁敢拦我，老子弄死谁！人群瞬间失控，像潮水一样涌向大门。老板，上官青竹看着外面的景象，脸色有些发白。人太多了，我们只有1个导购，根本忙不过来，而且
有好几个异能者的气息。人多是好事，说明生意兴隆。我走到大门口，透过玻璃门看着外面那张扭曲贪婪的脸。但生意兴隆的前提是得有规矩。我意念一动，感应门缓缓打开，开了，门开了，人群发出一声欢呼，争先恐后的就要往里冲。那个满脸横肉的壮汉更是一马当先，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门槛。哈哈，吃的都是老子的，滚！我轻声吐出一个字，一股恐怖的无形力量凭空爆发，冲在最前面的壮汉，连同他身后那10几个人，像是被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迎面撞上，伴随着一连串骨骼碎裂的闷响，这10几个人直接倒飞出去7、8米远，重重的砸在后面的人群里，倒了一大片。那个壮汉更是惨，整个人贴在大理石台阶上，喷出一口鲜血，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晕死过去。原本喧闹的人群瞬间死一般的寂静，就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所有的叫嚣声戛然而止。我站在门口，双手插兜，目光淡漠地扫过全场。我说过，本店禁止喧哗，禁止插队，想要买东西的排队，想闹事的他们就是下场。我的声音不大，但在这一刻却比惊雷还要响亮。人群中那几个原本打算浑水摸鱼的异能者，此刻全都缩了回去，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流。这股力量太恐怖了，根本没看到对方动手，10几个大汉就废了。这就是赵铁说的神明般的力量吗？排队，都排队！赵铁见状，立刻挺直了腰杆，狐假虎威的大喊：谁不排队，老板就灭了谁！在死亡的威胁下，刚才还乱成一锅粥的人群，竟然奇迹般的在几分钟内排成了2条长龙。上官，开工！我转身回到店内，上官青竹深吸一口气，脸上挂起职业的微笑，开始了忙碌的一天。这一天，平安百货大厦的营业额像坐火箭一样飙升，无数的金盒被送上收银台，换走了一袋袋面包、水和肉干。交易完成，积分加50；交易完成，积分加120。系统的提示音响个不停，听得我耳朵都要起茧，但心里却是美滋滋的。直到傍晚10分，最后一批顾客离开，我累得瘫在椅子上，看了一眼系统面板，当前总积分2800点，发财了！系统升级大厦，我毫不犹豫地点下了升级按钮，整个大厦突然发出一阵剧烈的震颤，就像是地底有一条巨龙翻身。站在货架旁整理物资的上官青竹吓了一跳，差点没站稳。老板，地震了吗？别慌，是大厦扩建。我淡定地说。随着震动停止，大厅深处原本封闭的一面墙壁缓缓升起，露出了一道宽敞的自动扶梯。而在2楼的方向，灯光依次亮起，原本漆黑一片的区域瞬间变得灯火通明。大厦升级成功，解锁区域2层日用百货区，解锁新功能智能排队光栅，以此代替手动镇压，自动弹开未持货币者及恶意闯入者。宿主反馈，体质强化至1阶巅峰。一股暖流瞬间涌遍我的全身，我感觉自己的肌肉变得更加紧实，骨感变得异常敏锐，就连之前一直隐隐作痛的颈椎病都好。握了握拳，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感充斥全身。现在的我，哪怕不依靠大厦的防御，也能一拳打死一头牛。走，去2楼看看。我带着一脸好奇的上官青竹踏上了自动扶梯。2楼的空间比1楼还要宽敞，这里的货架上摆放的不再是单一的食物，而是末世里最紧缺的日用品：卫生纸、牙膏、洗发水、肥皂、毛巾。这些在和平年代随处可见的东西，在末世里却是只有大基地首领才能享受的奢侈品。想象一下，当别人只能用树叶擦屁股、满头虱子的时候，你却能用上柔软的卫生纸和飘柔洗发水，那是何等尊贵！而在2楼最显眼的中央展台上，摆放着一排造型奇特的饮料，这些饮料瓶身呈流线型，里面装着淡蓝色的液体，微微散发着荧光。我看了一眼标签，名称：震动饮料，售价2阶金盒1枚或1阶金盒20枚，功效：瞬间恢复50%体能与精神力，微量修复暗伤，持续饮用可提升身体素质。注：饮用后会产生轻微震动感，提神醒脑。这玩意儿叫震动饮料。我嘴角抽了抽，系统你的命名品味真是越来越独特。不过看在它强悍的功效上，这名字倒也无所谓了。这哪里是饮料，简直就是末世里的兴奋剂加红蓝药水啊！第2天，大厦升级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附近的废墟。这次来的人更多了，但得益于新开启的智能排队光栅，大门口秩序井然，一道淡蓝色的光幕挡在门前，只有手里拿着金盒或者黄金的人才能穿过。那些想混进去看热闹或者图谋不轨，刚碰到光幕就被一股柔和但无法抗拒的力量弹开。我在2楼看着下面的长龙，心里感叹系统的黑科技就是好用。老板，那个我想买那个。一个浑身是伤的猎荒者站在2楼展台前，指着那瓶淡蓝色的震动饮料，眼神里满是渴望。他叫李强，是个独行侠，昨天在外面杀了一整晚丧尸，好不容易才活下来，现在精神萎靡到了极点，感觉随时都会猝死。他听说了这里有能救命的好东西，咬牙掏出了自己仅有的1枚2阶金盒，这是他拿命换来的。2阶金盒1枚，上官青竹接过金盒，递给他一瓶震动饮料。李强颤抖着手拧开瓶盖，仰头一口气灌了下去，淡蓝色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一股冰凉又带着微微酥麻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李强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真的在震动，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原本沉重的眼皮瞬间睁开，枯竭的体力像潮水一样涌了回来。就连身上那些细小的伤口都在发痒愈合。我操！李强猛地扔掉瓶子，那原本灰暗的脸色瞬间红润起来，双眼炯炯有神。他感觉自己现在的状态比没受伤前还要好，爽，太爽了！他挥舞了一下拳头，虎虎生风。老板，这水神了！我感觉我现在还能再杀10个丧尸。周围正在挑选洗发水的人都被这一嗓子吸引了过来，看到李强那生龙活虎的样子，一个个眼珠子都直了。在这个随时可能丧命的末世，能瞬间恢复体力的东西，那就是第2条命。我也要，给我来一瓶！别抢，我有2阶金盒。这饮料我要一箱。眨眼间，中央展台就被疯狂的人群淹没。
震动饮料成了当之无愧的战略物资。看着积分再次暴涨，我站在2楼的护栏边，俯视着这一切。老板，上官青竹走到我身边，看着下面疯狂的人群，有些担忧。这饮料效果这么好，肯定会被大势力盯上，到时候盯上。我笑了笑，目光深邃。我怕的不是他们盯上，怕的是他们不来。只要敢来，无论是谁，都将成为我大厦升级的垫脚石。送走了最后一波抢购震动饮料的狂热顾客，上官青竹整个人像滩泥一样瘫在货架旁的椅子上，完全顾不上平时维持的女神形象。老板，我不行了。他一边揉着酸痛的小腿，一边有气无力的哼哼。今天光是数金盒我都快数瞎了，还有那些用黄金换物资的，还得一个个称重估价，这哪是导购啊，这简直是会计加搬运工再加保安。我坐在收银台后面，虽然比他轻松点，但脑瓜子也被那没完没了的计算器声音吵得嗡嗡作响，确实该招人了。我看着系统面板上那一长串需要人工核对的交易记录，只觉得头大。作为一个只想当甩手掌柜的老板，亲自坐镇收银台简直是对我这个店长身份的侮辱。我要的是躺着数钱，不是坐着算账。上官，你有没有认识靠谱的人？我转头看向他，最好是那种脑子灵光、会算账，还能吃苦耐劳的。上官青竹闻言，眼珠子转了转，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猛地坐直了身子。有，老板，我还真知道一个。他兴奋地说道，他叫林婉月，以前是金融街的高级审计师。末日爆发后，他觉醒了异能，好像是叫精神念力，反正脑子特别好使，算术比计算机还快。而且上官青竹顿了顿，眼神里闪过一丝同情。他现在的处境不太好，因为长得漂亮，又不愿意依附那些帮派首领，一直东躲西藏的，混得很惨。精神念力，高级审计师，我眼睛一亮，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完美收银员吗？就他了。我一拍大腿，你去把他给我挖过来，只要他肯来，包吃包住，条件随便他开。当然，工资还是按老规矩。上官青竹白了我一眼，小声嘀咕了一句抠门，然后站起身整理了一下制服。那老板，我现在就去。去吧，早去早回。拿着这个，我随手扔给他2瓶震动饮料，路上别省着，遇到危险就喝。好嘞，有了这玩意儿傍身，上官青竹底气足了不少。他踩着高跟鞋，风风火火地冲出了大门，没入夜色之中。距离平安百货大厦3公里外的一处废弃地下车库，这里是附近幸存者的一处临时避难所，阴暗潮湿，充斥着霉味和绝望的气息。角落里，林婉月缩在一张破旧的毯子里，手里紧紧攥着半块发硬的黑面包。她戴着一副断了一条腿的金丝眼镜，原本精致的职业装早已变得污迹斑斑，破了好几个洞。即使如此落魄，她那清冷的气质依然让她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林大美女，考虑的怎么样了？一个油腻的声音响起，几个流里流气的男人围了过来，为首的那个手里晃着一个午餐肉罐头，眼神肆无忌惮地在林婉月身上打量。跟了虎哥，以后吃香的喝辣的，何必在这儿啃硬面包呢？林婉月冷冷地抬起头，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声音冰冷。哟，还挺横。那人脸色一沉，别给脸不要脸。虎哥说了，今晚你要是再不答应，就别怪兄弟们动粗。就在这时，一阵清脆的高跟鞋声突兀地在空旷的车库里响起，这声音在死寂的末日里显得格外刺耳。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头去，只见车库入口处，一个穿着粉色制服、踩着高跟鞋的女人大步走来。她虽然只是艺人，但身上那股从容自信的气场，却让在场的流氓们愣住。上官，林婉月一愣，难以置信地看着来人，那是她以前的邻居上官青竹。她怎么穿成这样，而且气色怎么这么好？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上官青竹扫了一眼那几个男人，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怎么，几条赖皮狗也敢在这儿乱吠？你找死！那几个男人大怒，刚要冲上来，上官青竹随手掏出一把造型夸张的手枪，这是系统配发的电击枪，他直接对着天花板就是一枪，蓝色的电弧在空中炸开，吓得几人瞬间缩了回去。婉月，跟我走！上官青竹无视了那群废物，直接走到林婉月面前，伸出手，我给你找了个好工作。工作？林婉月一脸茫然，这种世道还有工作？有，包吃包住，还有热水澡。老板虽然有点抠门，但人不坏。上官青竹眨了眨眼，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真空包装的鸡腿晃了晃，最重要的是管饱。看到鸡腿的那一刻，林婉月的肚子不争气的叫了起来。她看着上官青竹干净的脸庞和充满希望的眼神，鬼使神差的伸出了手。半小时后，当林婉月站在平安百货大厦的大厅里时，她的反应和之前的照帖，上官青竹如出一辙，震惊、呆滞，然后是疯狂的吞咽口水。这里真的是末日。她推了推眼镜，看着那一尘不染的地板和满货架的物资，感觉像是在做梦。林婉月是吧？我坐在转椅上，打量着眼前这个虽然落魄但气质出众的女人。听说你算账很厉害。林婉月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恢复冷静。她推了推眼镜，那种职业性的自信重新回到了身上。是的，老板，我曾经负责过100亿级别的审计项目，对数字极为敏感。而且她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微光，只见收银台旁的一支笔突然凭空飘了起来，稳稳地落在她手里。觉醒异能后，我的大脑运算速度是常人的10倍，并且可以用念力同时操控多个物体。很好，我满意的点点头。这简直就是人形计算机加多爪章鱼啊！用来收银简直是大材小用，但我喜欢。恭喜你被录用了。我打了个响指，系统签契约，发制服。新员工入职，一套黑白相间的职业套装凭空出现，紧身的白衬衫，黑色的包臀裙，黑丝，还有那一副崭新的金丝边眼镜，这是你的工作服。我指了指那套衣服。另外，你的职位是收银主管，负责店里所有的账目核对和物资兑换，没问题吧？林婉月看着那套久违的职业装，眼眶竟然有些湿润。这不仅仅是一套衣服，更是文明的象征，是她尊严的回归。没问题，老板。10分钟后，换装完毕的林婉月坐在了收银台前，她修长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快的只能看到残影。与此同时，几支笔在空中飞舞，自动在账本上记录着数据。
今日营业额统计、库存核对、汇率换算。他的声音清冷而精准，原本让我头疼的一堆烂账，在他手里不到5分钟就被梳理得清清楚楚。老板，今天的账目平了，总收益3500积分。林婉月推了推眼镜，把一份完美的报表递到我面前。另外，我建议调整一下黄金的兑换比例，最近市场波动。我看着那份无可挑剔的报表，心里那个舒坦啊，这就是专业，这就是效率。我终于从那个该死的收银台后面解脱出来，干得漂亮！我心情大好，大手一挥，为了庆祝新员工入职，今晚加餐。我转身走进后面的小厨房，一阵叮叮当当之后，端出来一大盆卤鸡腿。来来来，别客气，一人一个大鸡腿。我热情地给他们分发鸡腿。上官青竹看着碗里的鸡腿，嘴角忍不住抽搐了一下。老板，咱们能不能换个花样？他小声吐槽，昨天是炸鸡腿，前天是烤鸡腿，今天是卤鸡腿，你是跟鸡有仇吗？有的吃就不错了。我瞪了他一眼，这可是这一层最贵的肉食。上官青竹心里吐槽，瞎说。天天卖货，鸡腿明明不值钱，你就是抠门。林婉月倒是没有嫌弃，她优雅地夹起鸡腿，咬了一小口，脸上露出了久违的满足笑容。谢谢老板，很好吃，看还是婉月懂事。我得意地挑了挑眉，不像某些人身在福中不知福。上官青竹翻了个白眼，狠狠地咬了一口鸡腿，像是把对我的怨念都发泄在了肉上。大厅里柔和的灯光洒在三人身上，窗外是漆黑恐怖的末世，屋内却是热气腾腾的鸡腿和斗嘴声。这一刻竟然有了一种家一般的温馨，但我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林婉月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效率，也意味着大厦的名声会传得更远，而名声往往伴随着麻烦。我透过落地窗看向远处的黑暗，那里似乎有无数双贪婪的眼睛正在窥视着这里。接下来的几天，平安百货大厦彻底火了。随着震动饮料和日用品的推出，大厦的名声像病毒一样，顺着幸存者们的嘴巴传遍了方圆几十公里的废墟，甚至连隔壁市的一些流浪者都听到了风声，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尸潮，只为来这里买一包真正的卫生纸，或者喝一口那种能让人起死回生的神奇饮料。生意火爆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积分的暴涨，当前总积分12000，看着系统面板上那一串令人心跳加速的数字，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升级。大厦再次传来那熟悉的震颤感，只不过这次比上次更加剧烈。3层原本漆黑的区域，灯光瞬间点亮。大厦升级成功，等级 LV3，解锁区域3层医药区，解锁新功能重力压制力场，宿主反馈体质强化至2阶巅峰，觉醒被动技能危险预知。一股比上次更加狂暴的热流瞬间冲刷过我的每一寸经脉，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骨骼发出的噼啪爆鸣声，肌肉像充气一样微微鼓起，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2阶巅峰，要知道现在外面的异能者普遍还在1阶晃悠，像上官青竹那样的2阶已经是高手，而我哪怕不依靠大厦的无敌防御，单凭肉体力量，现在也能硬抗一般的变异兽。更重要的是那个危险预知，我闭上眼，能隐约感觉到大厦几公里外有一股令人不安的气息正在飞速逼近，那股气息暴虐、狂躁，像一团移动的雷暴云。来活了！我睁开眼，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距离平安百货大厦5公里的废弃公路上，一支全副武装的车队正在疾驰。这支车队与其说是车队，不如说是移动的钢铁堡垒。为首的是一辆经过魔改的重型越野车，车头加装了狰狞的撞角，车顶架着一挺重机枪，后面跟着2辆满载武装人员的卡车，车斗里全是手里拿着各种改装枪械的暴徒。车门上喷涂着一个醒目的蓝色闪电标志——雷霆帮，这是这一代真正的霸主级势力。老大，前面就到了。越野车副驾驶上，一个脸上纹着蝎子的男人指着远处的灯，那个什么平安百货大厦就在那。后座上，一个身穿黑色皮衣、留着寸头的男人缓缓睁开眼，他的瞳孔竟然是诡异的蓝紫色，隐隐有电弧在其中跳动。他就是雷霆帮的首领雷烈，3阶雷系异能者，也是这一代唯一的霸主。就是这里，雷烈透过车窗看着远处那栋灯火通明，在废墟中显得格格不入的大厦，眼中闪过一丝贪婪。消息确切吗？真的有那么多物资？千真万确。纹身男激动的唾沫横飞，我们的探子亲眼看见，那货架上的东西就像变魔术一样，拿走多少补多少，而且还有那种能恢复异能的神药。据说那个店长只是个小白脸，虽然有点诡异手段，但咱们这可是重火力全开。雷烈冷哼一声，手中把玩着一团滋滋作响的雷电球。诡异手段，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都是花架子。这地方归我了。老板，不对劲！2楼的落地窗前，林婉月推了推金丝眼镜，神色凝重地看着远处的烟尘。通过震动频率和声音分析，来的是重型车队，这种规模只有雷霆帮。上官青竹站在一旁，手里紧紧握着电击枪，脸色有些发白。雷烈那是3阶异能者，而且心狠手辣。老板，我们要不要什么？关门跑路。我惬意地靠在真皮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刚从货架上拿下来的红酒，轻轻摇晃着。跑什么？顾客上门哪有拒之门外的道理？可是上官青竹还要说什么？话音刚落，那一列车队已经咆哮着冲到了大厦前的广场上，刺耳的刹车声响起，10几辆车呈扇形排开，将大厦大门堵得严严实实。几十名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从车上跳下，黑洞洞的枪口齐刷刷地对准大厦。雷烈慢悠悠地从越野车上下来，整了整皮衣，抬头看了一眼2楼洞上面的厅展。雷烈运转异能，声音如同炸雷般滚滚而来：“我是雷烈，限你们3分钟内滚出来投降，交出大厦控制权，男的当奴隶，女的留下来陪兄弟们乐呵乐呵，我饶你们不死。”这一嗓子把周围那些躲在远处看热闹的幸存者吓得瑟瑟发抖。完了，是雷阎王，这下那个店长死定了。雷霆帮可是有火箭筒的。
然而面对雷烈的叫嚣，我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依旧慢条斯理地抿了一口红酒。系统，我在心里默念：有人骂我，你不管管。检测到恶意挑衅，启动大厦反击防御系统嘲讽版。嘲讽版，我一愣，下一秒，让我和雷烈都目瞪口呆的一幕发生了。只见大厦顶部的 LED 广告牌突然亮起，紧接着，那原本应该显示平安百货几个大字的屏幕上，竟然伸出了一只由全息投影构成的金色大手。那只手足有5米高，在大厦顶端灵活地转了一圈，然后对着下方的雷烈缓缓的、坚定地竖起了一根巨大的中指。不仅如此，大厦外墙的扩音器里还传出了一声极其欠揍的电子音，一连串的电报声音传出，全场死寂。上官青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原本的紧张感瞬间消散。林婉月推了推眼镜，嘴角也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我捂着脸，有点不想承认这是我的系统，这也太接地气了吧！底下的雷烈脸都黑成了锅底，他在这一带横行霸道这么多年，什么时候受过这种侮辱？找死！雷烈暴怒，浑身雷光暴涨，给我打！把这破楼给我轰平！几十把自动步枪同时开火，密集的子弹像雨点一样倾泻在玻璃幕墙上。那2辆卡车上的重机枪也开始咆哮，甚至有一个小弟扛起火箭筒，对着大门就是一发，火光冲天，烟尘四起。雷烈看着被硝烟笼罩的大厦，嘴角露出残忍的笑意。他最喜欢的就是看着敌人在绝望中化为灰烬。然而，当烟尘散去，雷烈的笑容僵在了脸上。那扇看似脆弱的落地玻璃，别说破碎，连一丝裂纹都没有。所有的子弹、火箭弹在接触到那层淡淡金光的瞬间，就像是泥牛入海，连个响声都没听见就被吞噬。甚至连那个竖着中指的全息大手，依然在半空中晃来晃去，仿佛在无声的嘲笑。这怎么可能？纹身男夏德手里的枪都掉了，那可是穿甲弹啊！2楼窗前，我举起酒杯，对着下面的雷烈遥遥一敬。这烟花放得不错，挺喜庆的，就是声音有点吵，下次注意。婉月，记录一下。我转头对林婉月说道：破坏公物，随地乱扔垃圾，噪音污染，待会儿让他10倍赔偿。好的，老板。林婉月拿出小本本，一本正经的开始记录：火箭弹1枚，折价500金盒；子弹3000发，折价。楼下的雷烈听到这话，肺都要气炸了，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雷烈怒吼一声，挥开旁边的小弟，双手猛地向天高举，所有雷系异能者跟我一起出手，我就不信打破不了这个乌龟壳。随着他的召唤，车队里又走出来3个雷系异能者，4个人联手，天空中竟然真的聚集起了一团乌云，九方雷劫！雷烈大喝一声，一道足有水桶粗的蓝紫色雷柱从天而降，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狠狠劈向大厦顶端。这一击的威力足以瞬间摧毁一栋几10层的高楼。远处的幸存者们吓得闭上了眼，以为这次平安百货真的要完了。然而，大厦表面的金光只是稍微亮了一下，就像是平时手机充电时的呼吸灯闪烁。那些原本站着的武装暴徒，瞬间像是被抽掉了骨头，一个个扑通跪倒在地。紧接着，整个人被死死地压在柏油路面上，骨骼承受不住重压而断裂的声音纷纷响起。这是什么？雷烈作为3阶强者，身体素质远超常人，他拼命催动异能想要抵抗，身上雷光闪烁，但他惊恐地发现，那股重力就像是一座无形的大山，无论他怎么挣扎，膝盖还是在一点点弯曲。不，我不跪！雷烈双眼充血，咬牙怒吼，不仅要跪，还要趴下。我隔着玻璃冷冷地看着他，手指轻轻向下一压，那辆重型越野车发出一声哀鸣，坚硬的车顶瞬间凹陷下去，4个轮胎同时爆裂，整辆车被压成了一张铁饼，而雷烈再也支撑不住，双膝重重砸在地上，把水泥地都砸出了2个坑。紧接着，整个人脸朝下，死死地贴在了地面上，10倍重力，这种状态下，连呼吸都变得无比困难，心脏更是承受着巨大的负荷。全场一片死寂，只有那些骨骼碎裂声和压抑的惨叫声在回荡。几10个全副武装的暴徒，甚至连大厦的门都没碰到就被团灭了。这就是平安百货大厦的力量。现在能好好说话了吗？我打开窗户，居高临下的看着像死狗一样趴在地上的雷烈。我服了。雷烈艰难的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他怕了，真的怕了。这种力量根本不是人力所能抗衡的。什么3阶异能者，在这个店长面前就是个笑话。系统解除压制，压力骤然消失。雷烈大口大口的喘着气，浑身早已被冷汗湿透，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他带来的那些手下更是惨，一大半都晕过去了，剩下的也在地上呻吟。婉月，拿契约书来，我吩咐道。林婉月立刻递上一份早已准备好的特殊客户协议，我把协议扔到雷烈面前，签了它。雷烈颤抖着捡起协议，看了一眼，脸色更难看了。雷霆帮承认平安百货大厦的绝对中立与霸主地位。雷霆帮负责维护大厦周边10公里的治安，清理丧尸，确保道路畅通。雷霆帮所有成员猎杀所得的金额80%必须优先在平安百货大厦消费，不得恶意囤积，违约者抹杀。这是赤裸裸的卖身契，不仅要当免费保安，还要当强制消费者。怎么不想签？我眉头一挑，那我们继续刚才的游戏。签，我签。雷烈吓得一哆嗦，生怕那股恐怖的重力再来一次。他咬破手指，飞快地在协议上按下了手印。随着契约生效，一道金光没入雷烈的眉心，他感觉到自己的灵魂仿佛被上了一道枷锁，只要对大厦产生恶意，那个枷锁就会瞬间要了他的命。很好，我满意地点点头。既然是一家人了，那我也不能太小气。我指了指3楼刚亮起的灯光，3楼医药区刚开业，有专治跌打损伤和内伤的特效药，你们刚才被压得不轻，正好可以去消费一下。雷烈看着3楼的灯光，又看了看自己这帮断手断脚的手下，欲哭无泪。合着打了半天，不仅没抢到东西，还把家底都赔进去，最后还得花钱买药治自己被打出来的伤。这老板心太黑了。但看着那个依旧笑眯眯的年轻人，雷烈心里生不起半点反抗的念头。他知道，从今天起，这一带的天变了，平安百货大厦才是这里真正的王。雷烈是个聪明人，或者说是个极其识时务的狠人。签完那份堪称卖身契的协议后，他没有像一般的反派那样无能狂。
狂怒，也没有试图耍小聪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这些年攒下来的家底，整2卡车的金盒和黄金，全部让人搬到了大厦门口。老板，这些全换成医药费。雷烈捂着胸口，刚才被重力压制那一下，他感觉自己的肋骨至少断了3根，而他的那些手下更惨，断手断脚的比比皆是。我看着那堆积如山的金盒，心里乐开了花，但脸上依旧保持着店长的高冷。婉月，清点入库，上官带他们去3楼。好的，老板。林婉月推了推金丝眼镜，精神念力发动，那些金盒就像是有了生命一样，自动飞起，整齐的落入收银台的保险柜中。这场景看得雷烈眼皮直跳，连个收银员都是异能者，而且看着精细的操控力，绝对不比他弱。这大厦到底什么来头？来到3楼医药区，雷烈再次被震撼了。这里不像下面2层那样拥挤，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却并不刺鼻，反而让人感到安心。货架上摆放的不再是食物，而是各种包装精美的药品，有消炎的，有止疼的，有止血的等等。这些在末世比黄金还贵的药，在这里就像大白菜一样摆。但最吸引雷烈目光的是摆在正中央那个防弹玻璃柜里的3种特殊药品。名称：速效愈合喷雾，售价2阶晶核5枚，功效：喷涂于伤口处，10秒止血，半小时结痂愈合，哪怕动脉破裂亦可救命。名称：净化胶囊，售价2阶晶核10枚，功效：压制体内丧失病毒活性24小时，注：无法根除，但能给感染者续命。雷烈的呼吸瞬间变得粗重起来。在末世，受伤往往意味着死亡，不是死于失血过多，就是死于感染尸变。而这2种药简直就是免死金牌。但他很快就被第3种药吸引了全部注意力，那是一只盛放在金属注射器里的淡金色液体，在灯光下散发着迷人的光晕。名称：初级净化药剂，售价3阶晶核1枚或2阶晶核100枚，功效：普通人注射后100%觉醒异能，属性随机；异能者注射后可大幅度提纯异能，甚至突破瓶颈。注：一生仅限注射1支，多用无效。100%觉醒！雷烈失声惊呼，声音都破音了。要知道，现在人类觉醒异能全靠命，被咬了没死可能觉醒，吃了变异兽肉可能觉醒，但概率低得令人发指，10个人里能出1个就算不错了。而这支药剂竟然能100%觉醒，更让他心动的是后半句：异能者注射可突破瓶颈。他卡在3阶已经很久了，迟迟摸不到4阶的门槛。如果有了这个，老板！雷烈猛地转过身，冲着刚上楼的我喊道：“这个净化药剂我要了！盛会3阶晶核1枚。”我靠在栏杆上，笑眯眯地看着他。雷烈脸上的表情僵住。3阶晶核，那得杀一头3阶变异兽或者狮王才行。他虽然是3阶，但同阶厮杀，胜负都在5-5开，更别说取金核了。那个能用2阶晶核凑吗？雷烈小心翼翼地问。可以，100枚2阶晶核，概不还价。雷烈咬了咬牙，心在滴血。100枚2阶晶核啊，那是他雷霆帮大半年的库存。但看着那只金色的药剂，他又想到了刚才被我一指头压趴下的屈辱。力量，在这个世道，只有力量才是真实的。买了！雷烈红着眼，把自己刚刚上交的那堆金核又划拉了一大半出来，剩下的全换喷雾和胶囊，给我兄弟们治伤。交易完成。随着积分到账的提示音，我也没含糊，直接把那支药剂扔给了雷烈。雷烈颤抖着接过注射器，二话不说，直接扎进了自己的脖子里。金色的液体推入血管，雷烈猛地仰起头，发出一声痛苦却又畅快的嘶吼。只见他周身雷光暴涨，原本蓝紫色的电弧竟然开始向纯正的金色转变，一股比之前强横数倍的气息从他体内爆发而出，震得周围的货架都在嗡嗡作响。一道金色的闪电在他掌心凝聚，不再是之前的散乱电弧，而是凝练如实质的雷浆。3阶巅峰，只差半步就能跨入4阶，成了，真的成了！雷烈看着自己的手掌，狂喜的浑身颤抖，困扰他1年的瓶颈竟然就这么松动了。周围那些原本还在惨叫的雷霆帮小弟们，此刻也都顾不上疼了，一个个用崇拜又敬畏的眼神看着自家老大，同时也用更加狂热的眼神看着这个赐予他们力量的神明。多谢老板成全！雷烈单膝跪地，这次他是真心实意的。如果说之前是被打服的，那现在就是被氪金折服的。能随手拿出这种神药的人，别说3阶，就算4阶、5阶来了，恐怕也得跪。不用谢我，公平交易。我摆摆手，心里却在盘算着这次赚翻了。系统竞价才5000积分，我转手就卖出了天价。记得履行契约，以后这一片的治安归你们了。是，老板放心，以后谁敢在大厦5公里内闹事，就是跟我雷烈过不去。雷烈拍着胸脯保证。随着雷霆帮的归顺和净化药剂的问世，平安百货大厦彻底封神。神殿，幸存者们开始这样称呼这里。每天都有无数人从4面8方赶来。有人是为了买救命的药，有人是为了那口吃的，更多人是想来看看那位传说中的神明店长。积分像流水一样哗啦啦的进账，但我没有注意的角落，之前系统撒出去的那批传单，并没有像废纸一样烂在泥里。这些传单仿佛有自己的意识，乘着末日的狂风，飘过了废墟，飘过了尸海，甚至飘过了人类从未踏足的禁区。5000公里外，一处深不见底的巨大裂谷中，这里是异兽的巢穴，人类的禁区。一只体型如山岳般的巨型黑猩猩正趴在悬崖边晒太阳，它是这一代的兽王，5阶变异兽金刚魔猿。突然，一张花花绿绿的纸片从天而降，正好糊在了他的大脸上。魔猿不耐烦地抓下纸片，刚想撕碎，却被上面的画面吸引了。那是一张印着特级香蕉和震动饮料的图片，旁边还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兽语。至于为什么是兽语，那当然是系统的功劳了，自动翻译，包你满意。想变强吗？想吃饱吗？平安百货大厦，欢迎光临。魔猿硕大的眼珠子转了转，盯着那根香蕉咽了口唾。他已经很久没吃过这种甜食了。他缓缓站起身，朝着传单上指引的方向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咆哮。1万公里外，北方最大的幸存者基地——白龙城城主府的会议桌上，正摆着一张同样的传单。查清
清楚了吗？坐在首位的男人声音低沉，虽然看不清面容，但那股上位者的威压让人喘不过气。查清楚了，城主。情报官恭敬的回答，是从南方飘来的，而且最近有不少流浪商队都在传，南方出现了一个神殿，物资无限，还能让人100%觉醒异能。100%觉醒。城主冷笑一声，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这种鬼话你也信？本来不信，情报官犹豫了一下，拿出一个空瓶子，这是我们花大价钱搞到的一瓶震动饮料，实验室分析过了，成分无法解析，但确实蕴含着高纯度的能量。城主的动作停住了，他拿起瓶子看了一会儿，眼中闪过一丝金光，派人去看看，如果是真的，那就把这个神殿给我搬回来。当然，这些暗流涌动，此刻的我并不知情。我现在的烦恼是桃花运太旺了，随着大厦的名声越来越大，不仅是买东西的人多了，来求包养的人也多了。每天早上开门，大厦外面除了排队买东西的，还跪着一排求收留的幸存者。店长，收下我吧，我是土系异能者，能给您盖房子。老板，我会修车，也会修枪。神明大人，我愿意给您当牛做马，只要给口吃的就行。看着这些人，说实话，我有点动心。毕竟大厦以后还要扩建，光靠这几个女员工肯定不够，而且有些脏活累活，总不能让美女去干吧？系统招几个男保安怎么样？我在心里问。驳回。系统回答的干脆利落。本店员工代表大厦形象，必须赏心悦目，颜值低于90分者不予录用。注：目前检测到符合标准的男性仅宿主1人。我一阵无语，你这是什么破理由？我看你就是个 LSP 系统。本系统是为了宿主的身心健康考虑，在这个残酷的末世，美丽的事物能有效缓解宿主的精神压力。借口，全是借口。我一边吐槽，一边下意识地把目光投向了大厅。此时正是客流高峰期，上官青竹穿着那套粉色的导购制服，正站在货架旁给顾客介绍商品。他今天似乎特意打扮了一下，长发挽起，露出修长的脖颈，那条短裙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摆动，白丝包裹的长腿在灯光下泛着象牙般的光泽。而另一边，收银台后的林婉月则是另一番风景。她依旧是那身黑白职业装，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神情专注而冷艳。每当她推眼镜的时候，那种禁欲系的御姐气场简直要溢出屏幕。虽然她总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但我发现她今天竟然涂了口红，还是那种很显气质的斩蓝色。我突然觉得有点口干舌燥，下意识地端起水杯喝了一口。就在这时，林婉月似乎察觉到了我的视线，她抬起头，那双清冷的眸子正好撞上我的目光，四目相对。她愣了一下，随后那张原本冷若冰霜的脸上，竟然肉眼可见的飞起2朵红晕。她慌乱地低下头，假装整理账本，但手里的笔却拿反。而另一边的上官青竹也看了过来，发现我在看林婉月后，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有些不满地嘟了嘟嘴，故意挺了挺胸，踩着高跟鞋走到我面前。老板，他声音甜得发腻，2楼的货快没了，您是不是该补货了呀？啊，补货，马上补。我尴尬地咳嗽一声，感觉老脸一红，赶紧从椅子上站起来，落荒而逃往2楼跑去。该死的系统，说什么为了我的身心健康，这分明是在考验我的定力啊！天天对着这2个极品美女，这谁顶得住啊？不过话说回来，我回头看了一眼那2道忙碌的倩影，嘴角忍不住上扬。这样的末世生活似乎也不赖。就在我沉浸在这种痛并快乐的氛围中时，系统那冰冷的提示音突然响起，打破了我的旖旎幻想。警告，检测到高能反应正在接近。警告，西南方向3公里处出现4阶异能波动，目标直指大厦。我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4阶，要知道刚突破的雷烈也不过是准4阶，这附近什么时候冒出来一个真正的4阶强者？看来有些人坐不住了啊！我走到2楼的落地窗前，看着西南方向那片翻涌的乌云，眼神逐渐变得冰冷。想来分一杯羹，那就看你们有没有一副好牙口了。上官婉月，准备干活了。我通过广播淡淡的说，又有不开眼的送上门了。警报声在大厅里回荡了足足5分钟。上官青竹已经抽出了电击枪，林婉月手里的钢笔也悬浮在半空。我也在2楼的护栏前摆好了装备，不对，迎战的姿势，甚至连刚归顺的雷烈都带着一帮小弟在门外严阵以待，准备在新老板面前好好表现一番。然而1分钟过去了，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除了天边那朵看起来有点像便便的乌云飘得稍微快了，四周连个鬼影子都没有。老板，上官青竹保持着举枪的姿势，胳膊有点酸。那个4阶强者是不是迷路了？我嘴角抽了抽，看向系统面板，那个鲜红的警告框还在疯狂闪烁，但上面的倒计时却卡在了0.0分01秒不动。系统解释一下。我在心里咬牙切齿地问。检测到位置干扰，数据重新校准中，校准完毕，定位错误。经检测，该高能反应源其实是一只吃坏了肚子正在放屁的4阶变异臭鼬，且已向反方向离去。警报解除。我深吸一口气，差点把手里的红酒杯捏碎。臭鼬放屁！我冲着空气怒吼：你家臭鼬放个屁能引发4阶高能警报？你这系统是病西西买的吧？大厅里2个美女员工面面相觑，门外雷烈一群人也是一脸懵逼。算了算了，我没好气的挥挥手，没有什么4阶强者，就是只臭鼬。雷烈，带你的人去周围巡逻，别在这儿傻站着。雷烈虽然一头雾水，但也不敢多问，只能带着人悻悻的散开。不过虽然是乌龙，但我却留了个心眼。刚才屏幕上那个警告框消失的时候，我分明看到有一串乱码1闪，那种感觉不像是 bug， 倒像是某种信号被屏蔽。这系统真的只是个单纯的百户系统。就在我还在琢磨系统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时，新的任务来了。发布新任务，区域净化。任务描述：作为未来的末世商业中心，大厦周边的环境太脏太乱了，请宿主清理以大厦为中心，方圆100里内的所有丧尸与异兽。任务奖励：解锁4层高科技军火库。我刚喝进嘴里的一口水直接喷了出来。方圆100里，我瞪大了眼睛。红子，你疯了吧？方圆100里有多少丧尸你知道吗？几百万总是有的吧？你是想让我拿着菜刀砍到下个世纪吗？虽然我现在是2阶巅峰，配合大厦防御无敌，但除了大厦我也就是个比较强壮的蚂蚁。让我一个人去清理方圆100里，这跟送死有什么区别？任务不限手段，只看结果。系统
统冷冰冰的回了一句：“不限手段。”我摸了摸下巴，眼神逐渐亮了起来。我是谁？我是好人？不对，我是大善人店长啊！这年头，谁还亲自动手干活啊？我看向大厦外那一群为了买一包泡面而抢破头的幸存者，又想到了那些渴望净化药剂的异能者，这不就是现成的劳动力吗？第二天一早，平安百货大厦门口竖起了一块巨大的电子告示牌：平安百货大厦清扫日活动公告，即日起，凡在大厦方圆100里内猎杀丧尸或异兽、凭尸体或耳朵、尾巴等证明物或者晶核，可在大厦享受买一送一优惠。猎杀数量排名前10者，可获得震动饮料1箱；猎杀数量第1名，奖励初级净化药剂1支。这个公告一出，整个区域都沸腾了。买1送1，那岂不是原来只能买1包面，现在能买2包？还有震动饮料，那可是救命的神水啊！净化药剂，第1名给净化药剂，老子拼了！原本对丧尸避之不及的幸存者，此刻看着外面那些游荡的腐尸，眼神变了。那哪里是丧尸，分明是行走的代金券和净化药！冲啊！杀丧尸换泡面，别跟我抢！那只缺胳膊的是我的！一时间，大厦周围方圆几公里的废墟里，枪声、喊杀声、异能爆炸声此起彼伏。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变异兽和丧尸倒了血霉，以前是他们追着人咬，现在是人追着他们砍。就连雷烈这种大佬，为了给帮里的小弟争取福利，都亲自带着人去清理那些难啃的硬骨头。我在2楼看着外面热火朝天的景象，满意地点了点头。这叫什么？这就叫发动群众的力量，既清理了周边环境，又促进了消费，还收割了金核，简直是一举3得。然而，就在我以为可以一直这么躺赢下去的时候，系统突然弹出了一个红色的感叹号。警告：检测到东南方向20公里处有一处高能反应死角，该区域屏蔽了所有信号，且有未知生物波动。如果不清理该区域，任务无法完成。我皱了皱眉，20公里外，那是以前的市中心边缘，好像是一片废弃的科研园区。屏蔽信号，我想起了昨天那个臭鼬 bug 时的乱码，直觉告诉我，这地方不简单，光靠那些为了泡面拼命的散兵游勇恐怕搞不定。看来还是得亲自走一趟。我站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2阶巅峰的身体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自从身体强化后，我也一直手痒，想试试自己现在的实战能力到底如何。上官婉月，我通过对讲机喊道：“看好店，雷烈要是来了，让他带人去东边清理，我要出去一趟。”老板，你要出去？上官青竹的声音透着担忧，外面很危险。放心，老板，我可是很强的。我穿上系统特供的黑色内米合金防护服，背上战术背包，手里提着一把同样系统出品的合金唐刀。这把刀通体乌黑，刃口泛着寒光，削铁如泥，配合我的力量，切丧尸跟切豆腐没区别。离开大厦的无敌范围，空气中的味道瞬间变得浑浊刺鼻、腐烂、硝烟，还有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压抑感，但我却感到一种久违的兴奋。这就是末世的味道啊！我紧了紧手里的唐刀，脚下一蹬，整个人如同猎豹般窜了出去。2阶巅峰的速度全力爆发，景物在两旁飞速倒退。路上遇到的几只不开眼的丧尸，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脑袋就已经搬家了。20公里的路程，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不过是半个多小时的热身。很快，那片废弃的科研园区出现在视野中。和周围那种残垣断壁的废墟不同，这里的建筑保存的竟然相对完好。几栋银白色的实验楼矗立在杂草丛中，显得格外诡异，而且太安静了。这里静得连鸟叫虫鸣都没有，仿佛是一片死域。就在我准备潜入进去一探究竟的时候，一阵激烈的枪声突然打破了死寂，紧接着是重物撞击声和野兽的嘶吼声。有人！我眼神一凝，身形一闪，躲到了一辆废弃的大巴车后面，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在科研园区的主楼广场前，一场惨烈的厮杀正在进行。被围攻的是2个人，准确的说是2个少女，而且是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美少女。她们穿着破旧的作战服，背靠着背，正面对着几十只体型像牛犊一样大的变异狼。这群变异狼动作极快，爪子锋利如刀，每一次扑击都在水泥地上留下深深的痕迹。接，没子弹了。右边的少女有着一头冰蓝色的长发，手里端着一把造型夸张的重型狙击枪，不，那已经被改造成了类似于手炮的霰弹枪。她刚刚一炮轰碎了一只变异狼的脑，但巨大的后坐力也震得她虎口裂开，鲜血顺着枪柄往下流。别慌，换刀。左边的少女发色是火红的，手里拿着2把微型冲锋枪，她把打空的弹夹一扔，反手从大腿两侧抽出2把短刀，眼神凌厉的像是一头小母狮子。紫兰，掩护我！姐姐林梦瑶大喝一声，不退反进，迎着扑上来的3只变异狼冲了上去。她的动作快如闪电，身法诡异，短刀在空中划出2道寒芒，一只变异狼的喉咙被瞬间切开。但变异狼太多了，就在林梦瑶就力已尽、心力未生的时候，侧面一只阴险的黑狼突然窜出，锋利的爪子直取她的后心。剑！妹妹林子兰惊呼一声，想也没想，直接抡起那把沉重的手炮，像挥舞大锤一样狠狠砸向那只黑狼。黑狼被砸飞，但林子兰也因为露出破绽，被另一只变异狼咬住了肩膀，鲜血飞溅。2姐妹瞬间陷入了绝境，弹药耗尽，体力透支。面对这群嗜血的怪物，她们似乎已经没有了生路，要死在这里了吗？林梦瑶扶住受伤的妹妹，看着周围那一双双泛着绿光的眼睛，眼里闪过一丝绝望。可惜没能去那个传说中的平安百货大厦看看，听说那里有吃不完的肉，还有热水子。就在那只领头的变异狼王张开血盆大口，准备给予他们最后一击时，一道黑影如同黑色的闪电，瞬间切入了战场。没有任何花哨的动作，只有一道清冽的刀光闪过。那只还跳在半空中的变异狼王身体突然僵硬，紧接着他的脑袋平滑的从脖子上掉了下来。我手持唐刀站在2姐妹面前，甩了甩刀刃上的血珠，
平安百货大厦确实有面包，也有热水澡。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露出一个自认为很帅的笑容。不过得活着去才行。你是谁？林梦瑶警惕地握紧了短刀，把受伤的妹妹护在身后。在这个末世，有时候人比怪物更可怕。我是谁不重要，我转过身，面对着剩下那几十只躁动的变异狼。重要的是，我看上你们了啊！林梦瑶和林子兰同时愣住，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嗨嗨，我的意思是，我看中你们的身手了。我尴尬地咳嗽一声，我那儿缺几个保安，包吃包住，子弹管够，来不来？保安？林梦瑶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眼前这个黑衣人已经冲进了狼群。接下来的画面让这对自诩战斗经验丰富的姐妹花彻底惊呆了。这哪里是战斗，这简直就是屠杀！那个男人没有用任何印记，单凭一把刀和恐怖的速度在狼群中穿梭，每一刀挥出，必然有一只变异狼毙命。那些以速度见长的变异狼，在他面前就像是慢动作播放一样，不到1分钟，地上多了30多具变异狼的尸体，而那个男人身上连一滴血都没沾到。2阶巅峰，不，这甚至可能是3阶的力量型异能者。林梦瑶喃喃自语。我收到入鞘，走到他们面前，怎么样？考虑一下。我从背包里掏出2瓶震动饮料扔给他们，这是定金，喝了它，伤口好得快。林梦瑶接住饮料，看了一眼标签，瞳孔猛缩，这就是传闻中的神水。他没有丝毫犹豫，先给受伤的林子兰灌了一口。熟悉的震动感传来，林子兰肩膀上深可见骨的伤口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止血结痂。林子兰苍白的脸上恢复了血色，看着我的眼神瞬间变成了崇拜。我们跟你走。林梦瑶当机立断，在这个末世能遇到这样一个强者，还愿意给他们这种神药，哪怕是去当保安，也比在外面流浪强1万倍。更何况他还承诺子弹管够，对于这2个枪械狂魔来说，这简直就是无法拒绝的诱惑。很好，我点点头，看着这对双胞胎姐妹，红蓝发色，一模一样的精致面孔，一个冷艳，一个呆萌，再加上那暴力美学的战斗风格，系统这 LFP 眼光确实不错。这对姐妹花如果穿上那种紧身战斗胶衣站在大门口，大厦的生意估计又要翻一番。走吧，先回大厦。我刚要转身准备先把这2个人带回去，突然我手腕上的智能终端震动了一下，不是系统的提示，而是来自于那个屏蔽信号的源头。就在这栋科研楼主楼的地下，一股极其微弱但却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的气息正在缓缓苏醒。老板，怎么了？林梦瑶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异常，看来这趟保安招聘之旅还有额外的赠品啊！我握紧了刀柄，盯着那扇紧闭的地下室大门，那里面藏着的可能就是系统说的高能反应死角，也是那个导致 bug 罪魁祸首。那扇紧闭的地下室大门后，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呼吸。老板，这门后面感觉不太对劲。林梦瑶虽然刚喝了震动饮料，恢复了一些体力，但作为一个长期在生死边缘游走的猎荒者，她的直觉告诉她，这下面藏着大鬼。我握紧了唐刀，深吸一口气，怕了，只要子弹管够，就算下面是阎王殿，我也敢闯。林梦瑶咔嚓一声给手里的双枪换上新弹夹，眼神凌厉。旁边的林子兰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把那把沉重的手炮扛在了肩上，给了我一个坚定的眼神。很好，我嘴角微扬，这对姐妹花比我想象的还要野，那就看看到底是哪个不开眼的家伙敢屏蔽我的系统信号。我猛地一脚踹开了那扇锈迹斑斑的大门，尘封的空气夹杂着一股令人作呕的霉味扑面而来。地下室里漆黑一片，但我的危险预知瞬间炸毛。散开！我大吼一声，身体本能地向左侧横移，一道黑影如同鬼魅般从黑暗中扑出，擦着我的鼻尖掠过，锋利的爪锋甚至割断了我的一缕头发。是一只体型巨大的变异狼，但这只狼和外面那种普通的变异狼不同，它浑身长满银白色的毛发，皮肤呈现出诡异的金属光泽，而且它的双眼不是绿色，而是血红色。伴随着一声凄厉的狼嚎，黑暗中亮起了数十双血红色的眼睛。狼群，而且全是这种高阶变异种。林梦瑶反应极快，手中的双枪瞬间喷吐出火舌，密集的子弹打在冲在最前面的变异狼身上，竟然发出了打铁般的叮当声。皮这么厚，林梦瑶脸色一变，让开！林子兰娇喝一声，手炮轰鸣，巨大的爆炸声在狭窄的走廊里回荡。一只变异狼被正面轰中，胸口被炸出一个大洞，哀嚎着倒飞出去。但这并没有吓退狼群，反而激起了他们的凶性。更多的变异狼从黑暗中扑了出来，看来得动真格的。我眼神一冷，不再保留。空间开！意念一动，几枚系统出品的高爆手雷凭空出现在我手中，送你们个见面礼。我拉开拉环，看都不看，直接扔进了狼群最密集的地方。连环爆炸瞬间将前面的几只变异狼炸成了碎片。趁着火光和硝烟，我整个人如同离弦之箭冲了进去，2阶巅峰的速度全力爆发。在林梦瑶和林子兰眼中，我就像是一道黑色的残影。死！唐刀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一只正准备扑向林子兰的变异狼脑袋直接搬家。别发呆，跟上！我回头喊了一声，脚下不停，继续向深处杀去。2姐妹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这个新老板好强！有了我的开路，再加上2姐妹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火力压制，我们硬生生的在狼群中杀出了一条血路。10分钟后，当我们满身血污的站在地下室最深处的实验室门口时，身后已经是一地的狼尸。林梦瑶喘着粗气，手里的枪管都已经打红了，林子兰更是累得直接坐在了地上，但2人的眼睛却亮得吓人。这一仗打得太爽了！以前他们遇到这种规模的变异兽，除了跑就是等死，可今天跟着这个男人，他们竟然全歼了狼群。老板，这门后面就是那个高能反应源。林梦瑶指着面前那扇厚重的防爆门问道。应该错不了，我点了点头。那股屏蔽信号的源头就在里面，而且越来越强烈。退后点！我示意他们让开，然后身
吸一口气，双手握刀，体内的力量毫无保留地灌注进刀身。唐刀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狠狠劈在防爆门的锁芯位置。火星四溅，那足以抵挡火箭弹的防爆门，竟然被我这一刀硬生生地劈开了一道口。我又补了2脚，防爆门轰然倒塌，里面的景象暴露在我们的视线中。那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中央立着一个圆柱形的透明容器，容器里悬浮着一块拳头大小、散发着幽蓝色光芒的晶体。这块晶体周围似乎有着某种特殊的磁场，连光线经过它附近都会发生扭曲。并发现目标聚变能源核心未激活状态，系统信号恢复，任务完成度50%。系统的提示音终于响了起来，那一瞬间，我感觉像是找到了丢失已久的外设信号，心里那叫一个踏实。这就是那个能量块。我走过去，还没靠近，就能感受到一股庞大到令人窒息的能量波动。这就是能支撑整个大厦运作，甚至解锁高科技军火库的核心。小心！就在我准备伸手去拿的时候，林子兰突然大喊一声，只见容器后方的阴影里，一只体型比普通变异狼大了2倍的巨狼缓缓走了出来。它通体银白，眼神中竟然透着一丝人性化的戏谑。3阶变异狼王，他一直在等我们放松警惕的那一刻。狼王没有任何废话，化作一道银光直扑我的咽喉，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我的反应极限。老板，千钧一发之际，林梦瑶和林子兰同时做出了反应。林梦瑶手中的双枪疯狂倾泻子弹，封锁狼王的走位。林子兰更是直接扔掉手炮，掏出一把匕首，竟然想扑过来替我挡这一击。这份忠诚让我心里一暖。好员工啊，我怎么可能让新招的保安死在这儿？我突然大喝一声，虽然这里不是大厦，没有言出法随的能力，但我还有系统空间。意念一动，一大块从大厦带出来，足有100斤重的金刚盾牌凭空出现在我和狼王之间。狼王这一爪狠狠抓在盾牌上，火星四溅，盾牌瞬间被撕裂，但也挡住了他的致命一击。趁着这个空档，我已经调整好了姿势，现在该我了。我眼中杀意暴涨，唐刀带着破风声由下而上，一记凶狠的撩斩。狼王虽然极力躲避，但腹部还是被划开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他哀嚎一声，落地后刚想逃跑，林梦瑶和林子兰此时已经围了上来，两姐妹配合极其默契，一左一右封死了他的退路。林子兰重新捡起手炮，对着狼王的屁股就是一炮。狼王惨叫一声，动作一致，死吧！我抓住机会，瞬移般出现在他头顶，唐刀狠狠刺入他的天灵盖。随着狼王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整个实验室终于安静了下来。我长出一口气，拔出唐刀，甩了甩上面的血，搞定。我走到那个容器前，这次没有任何阻碍，伸手将那块幽蓝色的能量核心取了出来。获得物品聚变能源核心，任务完成度100%。是否立即提交任务解锁4层？不急，回去再说。我把核心收进空间背包，转头看向两姐妹，她们此时正瘫坐在地上，互相给对方包扎伤口。虽然狼狈，但两人脸上都洋溢着一种劫后余生的兴奋。还能走吗？我走过去问道。林梦瑶挣扎着站起来，老板，那个我们这也算是立功了吧？算。我笑着点点头，大大的功劳。回大厦的路上，我顺手清理了几只不长眼的丧尸，顺便给这2位新员工画大饼。回去之后，先洗个热水澡，然后去食堂，也就是我那个电磁炉那儿，想吃什么随便点。真的，我要吃红烧肉。林子兰眼睛亮晶晶的，没问题。牛肉面、自热火锅、可乐、雪碧，管够。老板万岁。1个小时后，当我们回到平安百货大厦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但大厦依旧灯火通明。上官青竹和林婉月一直等在门口，看到我们平安归来，都松了一口气。老板，你终于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我都准备让雷烈带人去找你了。上官青竹抱怨道。这不是回来了吗？我指了指身后的两姐妹，给你们介绍一下，新同事林梦瑶、林子兰，以后负责大厦的安保工作，双胞胎。林婉月推了推眼镜，眼中闪过一丝惊讶，而且这杀气看来是见过血。简单的寒暄之后，就是令人期待的入职环节，系统签契约、发制服。新员工入职，职位安保双主管，制服生成中。光芒一闪，2套科技感十足的战斗服出现在收银台上。姐姐林梦瑶的是深邃的黑色，妹妹林子兰的是纯净的白色。这种材质看似轻薄，实则坚韧无比，能防弹防刺，而且紧身的设计完美的勾勒出了他们常年战斗练就的火辣身材。除此之外，还有配套的机械外骨骼护腿，充满了暴力美学。两姐妹看着这套衣服，脸有点红，这真的是保安制服？林梦瑶有些怀疑人生。当然，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种材料散热好，不影响动作，而且这种风格能震慑敌人。震慑敌人？林子兰眨了眨大眼睛，确定不是让敌人喷鼻血而死吗？虽然嘴上吐槽，但两姐妹还是乖乖去换上。当她们再次走出来的时候，整个大厅都亮了，黑与白，冷艳与呆萌，暴力与性感。这对双子星往门口一站，简直就是大厦最吸睛的活招牌。我看了一眼旁边正在偷偷比较身材的上官青竹和林婉月，心里暗爽，这才是末日百货该有的样子。好了，人都到齐了，我拍了拍手，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今天大家都辛苦了。婉月，清点一下今天的战利品。上官，准备夜宵。至于我拿出那块幽蓝色的能源核心，嘴角勾起一抹期待的笑容。我要去干件大事。我转身上了4楼，我将那块从地下实验室带回来的散发着幽蓝光芒的聚变能源核心插入大厦控制台的凹槽瞬间，我感觉整座大厦仿佛被注入了灵魂。一声低沉却充满力量的风鸣声从脚下传来，紧接着是连绵不断的机械运转声。聚变能源接入成功，大厦功能系统全面升级，由基础电力升级为无线聚变能源，所有楼层供电限制解除，空调、水源、防御塔全功率运行模式已激活。随着系统的提示音落下，大厦内的灯光瞬间变得更加明亮却柔和，那种一直隐隐存在的电流嗡嗡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稳定的静谧感。无限能源，在这个连电池都快成传家宝的末世，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平安百货大厦将成为真正的永动机。检测到宿主完成高难度能源任务，任务奖励发放，4层区域解锁。
高科技军火库，宿主异能进阶，空间系异能大成，解锁技能，空间撕裂，虚空穿梭，绝对领域，专属武器奖励，无限充能，毁灭者激光炮，手枪形态版。一股庞大的能量瞬间冲入我的脑海。这一次的强化不同于之前的体质增强，而是精神层面的升华。我闭上眼，感觉整个大厦的空间结构在我脑海中变得清晰无比，每一块砖，每一粒灰尘，甚至是大厦外几百米内的空间波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我伸出手，对着空气轻轻一划，一道细微的黑色裂缝凭空出现，透着令人心悸的虚空吸力，空间撕裂。我握紧了拳头，感受着这种足以掌控一切的力量。如果说之前我是靠大厦系统狐假虎威，那么现在即使离开了大厦，我也是顶尖的强者。走，去4楼看看。我带着身后一脸好奇的4大美女，踏上了通往4楼的自动扶梯。当4楼的大门缓缓划开时，所有人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气。这里不再是下面3层那种普通的商场货架风格，而是一个充满了未来感的金属大厅。银白色的墙壁泛着冷光，一个个透明的悬浮展示柜里陈列着各种只有在科幻电影里才能看到的武器。如果说下面3层是现代百货商场，那么这里就是未来的军火展示厅。我的天，这是枪！作为枪械专家的林梦瑶第一时间扑到了最近的一个展示柜前，整张脸都贴在了玻璃上。那里面放着一把造型流畅的手枪，通体银灰色，枪管位置有一圈蓝色的能量环。名称：脉冲手枪，量产型，售价2阶晶核50枚，属性：发射高能电磁脉冲弹，射程200米，击中目标后造成贯穿伤害，并附加3秒电击麻痹效果，无后坐力，无需实体子弹，自动充能，每小时恢复10发，可消耗晶核瞬间回满，对机械单位和变异生物有奇效。不需要子弹，电击麻痹。林梦瑶的眼睛都在放光，这对她来说简直是神迹。在末世，子弹比命还贵，一把不需要子弹还能麻痹敌人的枪，那就是神器。老板，我要这个，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别急，那边还有更好的。我指了指另一边，旁边的林子兰顺着我的手指看去，一眼就相中了一把通体赤红的长刀。名称：热熔战刀，售价2阶晶核80枚，属性：启动后刀刃温度瞬间升至3000度，自带高频震动切割，切丧尸如切黄油，伤口瞬间碳化，防止病毒喷溅。老板，这些我们真的能用吗？上官青竹看着这些大杀器，既羡慕又有点不敢碰。当然，我笑了笑，走到我的专属展台前，拿起了那把黑红相间的毁灭者。以后大厦的安全还得靠你，这层的东西只要你们用的顺手，随便拿。作为员工福利，每人1套顶级装备。老板大气，4女齐声欢呼。2姐妹速度更快，直接冲向了武器柜。林梦瑶拿了2把脉冲手枪，林子兰则扛起了一把更夸张的等离子重炮，而我则看向了系统专门为我准备的那个独立展台，那里放着一把黑红相间的奇特手枪，它的造型比脉冲手枪更霸气，枪身流淌着岩浆般的红光。名称：毁灭者激光炮手枪形态，宿主专属，属性：无限弹药，无限充能，常态模式发射高穿透红色激光，无视3阶以下防御，蓄力模式发射直径1米的毁灭光束，可瞬间气化4阶生物。我拿起这把枪，手感沉甸甸的，一种血脉相连的感觉油然而生。有了它，哪怕是面对那只所谓的狮王，我也有一战之力了。接下来的几天，大厦周围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那个清扫日活动，方圆百里的丧尸和变异兽几乎被杀绝了。幸存者们像是蝗虫一样，为了换取积分和物资，连下水道里的变异老鼠都没放过。现在的平安百货大厦周围干净的就像是回到了末日前的文明社会，街道上的尸体被清理干净，废弃的车辆被推到路边，甚至还有人自发的修整了绿化带。虽然种的是变异仙人掌，但是怎么说也是绿化。而我的商场每天早上门口都会排起长龙，幸存者们手里拿着晶核，脸上洋溢着希望的笑容。他们在这里不仅能买到食物和水，还能买到进化的希望。每天雷烈都会带着雷霆帮的人在周围巡逻，腰里别着刚买的脉冲手枪，神气活现，都给老子排好队，谁敢插队，老子电死他！看着窗外那井然有序的队伍和源源不断进账的积分，我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这末世好像也没那么难过。老板，今天的营业额又破纪录。林婉月推了推眼镜，把报表递给我，尤其是日用品区和医药区，库存快见底。补货。我心情大好，躺在真皮沙发上，享受着上官青竹递来的包好皮的葡萄。这日子给个神仙都不换啊！然而，正如所有的故事一样，暴风雨来临前总是格外的宁静。就在我以为可以一直这么躺平赚钱的时候，天变了。这天中午，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变了颜色，不是那种乌云密布的黑，而是一种令人作呕的惨绿色。紧接着起风了，风里夹杂着一股浓烈的酸臭味，就像是无数臭鸡蛋在太阳下暴晒了3天。什么味道？正在门口迎宾的上官青竹捂住了鼻子，不好！正在2楼算账的林婉月猛地抬头，推了推眼镜，老板，空气湿度异常，酸度超标，这是酸雨的前兆。话音未落，没有任何过渡，倾盆大雨瞬间落下，但这雨是绿色的。第一滴雨落在广场上的水泥地上，瞬间腾起一股白烟，地面被腐蚀出一个小坑。我的手！一个正在排队的幸存者惨叫一声，捂着手臂倒在地上。只见他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溃烂发黑，甚至露出了森森白骨。酸雨是强酸雨，快跑啊！人群瞬间炸锅了，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所有人都在疯狂地寻找掩体，但周围除了废墟，哪里有能挡住这种强酸雨的地方？救命！老板，救救我们！无数人涌向大厦的大门，哭喊声震天。警告：检测到天灾级酸雨降临，腐蚀等级高，启动环境防御系统，无线能源接入，光子防御罩开启。大厦顶端突然射出一道耀眼的蓝光，紧接着一层半透明的蓝色光罩像是一个巨大的吻，瞬
瞬间倒扣下来，将大厦主体以及外面的小广场笼罩在内。绿色的酸雨落在光照上，激起阵阵涟漪，发出噼里啪啦的爆响，却始终无法穿透分毫。大厦内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窗外那绿色的炼狱，建筑在融化，车辆在冒烟，就连坚硬的水泥路面都在酸雨的侵蚀下变得坑坑洼洼。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那些原本躲在阴暗角落里的丧尸。一声声凄厉却又充满力量的咆哮从四面八方响起，透过雨幕，我看到了令人头皮发麻的一幕：那些被酸雨淋透的丧尸，并没有腐烂消融，反而发生了诡异的变异。他们原本腐烂的皮肤开始硬化，生长出一层层像是绿色水晶一样的外壳，指甲变得更长、更锋利，眼睛里冒出嗜血的绿光。警告：检测到丧尸群体发生2次变异，变异类型：晶体尸，特性：外壳极度坚硬，免疫普通物理攻击，抗火、抗雷，对声音极度敏感。麻烦了，我站在2楼落地窗前，神色凝重。这酸雨不仅在毁坏环境，还在给怪物谍报。光照外传来了剧烈的撞击声，几只动作敏捷的晶体师已经冲到了光照前，疯狂地用利爪抓挠着光幕。雷烈的一个手下隔着光照开了一枪，子弹打在那只晶体师的脑袋上，竟然直接被弹飞了。什么？那个手下吓傻了，这怎么打？连子弹都不怕？恐慌的情绪在人群中蔓延。完了，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这雨不知道要下多久，丧尸又变得这么强，我们出不去了。看着乱作一团的人群，我知道这时候必须得有人站出来镇场。安静！我通过大厦广播大喝一声，声音盖过了外面的雷声。天塌下来有大厦顶着，慌什么？我走到2楼护栏边，那些原本还在为未来担忧的幸存者，此刻为了抢一把能保命的武器，简直比抢特价鸡蛋的大妈还疯狂。没过多久，第一批装备了能量武器的幸存者冲到了大厦门口。这时候正好有一大股晶体师试图从侧面冲击光照，让老子来试试这刀快不快！雷烈怒吼一声，手里的热熔战刀瞬间亮起耀眼的红光，他隔着光照对着一只贴在上面的晶体师狠狠劈下，就像是热刀切牛油。那只连子弹都打不穿的晶体师直接被热熔战刀拦腰截断，切口处一片焦黑，连血都没流出来。卧槽，牛掰！雷烈狂喜，这刀太猛了，兄弟们，给我杀！有了这玩意儿，这些绿皮怪就是行走的金河。杀！装备了脉冲手枪的幸存者也开火，蓝色的能量弹打在晶体师身上，虽然没有一击必杀，但强烈的电流瞬间让怪物麻痹倒地，抽搐不止，任人宰割。大厦门口瞬间变成了屠宰场，原本令人绝望的晶体师，在科技的力量面前，再次变成了送分的经验宝宝。我在2楼看着这一幕，听着系统不断响起的交易完成提示音，嘴角微扬。这场天灾对别人来说是末日，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场盛大的促销活动罢了。老板林婉月抱着账本走到我身边，虽然还是那副高冷的表情，但眼里的震惊怎么也藏不住。光是这1小时的武器销售额就超过了过去1周的总额，库存又要告紧了。这就告紧了。我看着窗外越下越大的酸雨，眼神深邃。这雨还得下一阵子。通知下去，只要有晶核，武器管够。另外，让林梦瑶和林子兰准备一下。我摸了摸腰间的毁灭者，我有种预感，这雨带来的不仅仅是这些小喽啰，而在更遥远的黑暗中，似乎还有什么比晶体师更可怕的东西，正在这绿色的雨幕中悄然苏醒。但那又如何？在这无限能源的光子防御罩下，在我的绝对空间领域里，谁来谁死。我掏出腰间的毁灭者手枪，来吧，都来吧！平安百货大厦，欢迎光临。这雨不仅带来了怪物，也会把更远处的幸存者赶到这里来。我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当雷烈还在门口大杀特杀的时候，真正的恐怖降临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从城市深处传来，紧接着地面开始剧烈震动。原本在围攻大厦的那些晶体师突然停止了攻击，他们像是接到了某种命令，纷纷向后退去，让出了一条宽阔的通道。而在通道的尽头，一只体型如小山般的怪物缓缓走来，它足有10米高，身躯由无数丧尸和变异兽的尸体缝合而成。它的左臂是一条巨大的变异蟒蛇，右臂则是暴龙般的利爪，胸口镶嵌着数十颗闪烁着诡异绿光的晶核，背上甚至还长着一对残破的肉翅，四阶融合狮皇。而且在它身后还跟着数不清的变异兽潮，这次不再是单一的丧尸，而是丧尸骑着变异狼、变异野猪组成的混合大军。这是什么怪物？刚刚还杀得兴起的雷烈看到这头庞然大物，手里的热熔战刀差点下掉，那种扑面而来的压迫感让他这个准4阶强者都感到灵魂在颤抖。狮皇每走一步，地面就裂开一道缝隙。他停在大厦的光子防御罩前，那双充满暴虐的复眼死死盯着大厦顶端的聚变能源核心。能量吃，他竟然口吐人言。狮皇那条蟒蛇左臂猛地抽搐，重重地砸在防御罩上，整个大厦剧烈摇晃，光子防御罩的光芒瞬间暗淡了1/3，系统警报声凄厉地响起。警告：防御罩能量损耗30%，预计还能承受2次攻击，对方具备能量吞噬特性，请尽快清除。大厅里刚刚安稳下来的人群再次炸锅了，挡不住，连防御罩都要碎了。完了，那是4阶狮皇，我们都要死！绝望的情绪像瘟疫一样蔓延。我站在2楼护栏前，看着那只还在蓄力的狮皇，眼神冰冷。终于来了个能打的，我拍了拍手，声音通过广播传遍全场：所有想活命的异能者，拿上你们刚买的武器，去守住大门2侧。雷烈，带着你的人清理周围的小怪，别让他们干扰我。至于这个大家伙，我回头看向身后的4位美女员工，上官青竹已经换上了一套方便战斗的短裙制服，手里捏着一把冰蓝色的匕首。林婉月推了推眼镜，数十支合金钢笔在她周围悬浮。林梦瑶和林子兰2姐妹更是全副武装，黑白交衣包裹下的身躯充满了爆发力。该我们要绩效的时候了，我抽出那把黑红色的毁灭者，嘴角勾起一抹狂傲的笑。走，扑皇！大厦大门打开，我带着4女一步踏出，看到有人出来，周围的混合兽潮瞬间扑了上来。雷烈怒吼一声，手里双持热熔战刀，像个陀螺一样冲进兽群。小的们，给老板清场！杀！在他的带领下，拿了
武器的幸存者们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硬生生的挡住了兽潮的冲击。而我们的战场是那头狮皇。狮皇看到我出来，感受到我身上那股同为四阶的气息，眼中的贪婪更甚。他张开血盆大口，一道绿色的腐蚀毒液直喷而来。空间折叠，我站在原地未动，左手轻挥，面前的空间瞬间扭曲，那道毒液像是撞上了一面看不见的墙，直接被折射到了旁边的空地上，瞬间将一辆废弃坦克腐蚀成了一滩铁水。上官，控住他！明白。上官青竹娇喝一声，双手按在积水的地面上，冰封凌木，极寒之气爆发，地面上的雨水瞬间凝结成坚冰，顺着狮皇的双腿飞速蔓延，眨眼间就将他的下半身冻成了一座冰雕。狮皇怒吼挣扎，冰层开始出现裂纹。林梦瑶、林子兰，火力压制，收到。双胞胎姐妹心意相通。林梦瑶身形如电，绕着狮皇高速奔跑，手中的脉冲手枪疯狂开火，每一枪都精准地打在狮皇的腹眼上，强烈的电流让狮皇痛苦地闭上了，动作一致，吃我一炮。林子兰架起那门巨大的等离子重炮，对着狮皇胸口那些发光的晶核就是一发狠的。蓝色的等离子光团炸开，狮皇胸口的晶核碎裂了2颗，痛得他仰天长啸，双臂疯狂乱舞，把周围的冰层震得粉碎。婉月，就是现在！林婉月眼中银光大盛，精神念力全力爆发，数百枚从货架上飞来的合金刀片汇聚成一条银色的长龙，顺着林子兰轰开的伤口钻了进去，在狮皇体内疯狂搅动。狮皇发出了凄厉的惨叫，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原本还想保留实力的他彻底狂暴。只见他全身的晶核同时亮起，一层厚厚的抗魔晶体覆盖全身，硬生生把林婉月的刀片挤了出来。同时，他张开大嘴，周围的空气开始塌陷，一个黑色的能量球正在凝聚，他想把我们连同大厦一起轰平。不好，他要自爆能量！雷烈大惊失色，自爆？问过我了吗？我冷笑一声，身体缓缓升空，手中的毁灭者枪口开始变形，红色的光芒疯狂汇聚，周围的空间因为这股恐怖的能量而开始震颤。蓄力模式开启，让开！我大喝一声，四女极有默契的瞬间向两侧散开。狮皇似乎也感受到了灭顶之灾，他猛地抬头，将口中的黑色能量球喷了过来。死！我扣下扳机，一道直径足有1米的赤红色毁灭光柱从枪口喷薄而出，没有什么花哨的爆炸，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巨响，只有纯粹的极致的高温和毁灭。那颗黑色的能量球在接触到光柱的瞬间，就像是雪花遇到了烙铁，瞬间消融。紧接着是狮皇的脑袋、胸口以及那坚不可摧的抗魔晶体，光柱贯穿了狮皇庞大的身躯，一直射向天际，将漫天的乌云都捅了个窟窿。原本还在下着的酸雨，竟然因为这一击产生的恐怖高温而瞬间蒸发。1秒、2秒，光柱消失，狮皇那庞大的身躯依旧站在原地，保持着喷吐的姿势，但在他的胸口位置出现了一个直径2米的大洞，边缘整齐光滑，甚至还在冒着红光。核心晶体直接气化，狮皇庞大的身躯推金山倒玉柱般轰然倒下，震起漫天烟尘，全场死寂。所有人都保持着张大嘴巴的姿势，看着那个悬浮在半空，手中提着冒烟激光枪的身影。那一刻，雨过天晴，第一缕阳光透过云层的破洞，正好洒在我和身边的4位角色员工身上，如同神明降世。神，这是神迹！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紧接着雷烈带头，所有人扔下武器，对着大厦的方向跪了下来。安神，安神！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林梦瑶身材火辣，林子兰娇小可爱，两人互相泼水，银铃般的笑声传遍整个花园。老板，下来一起玩吗？林子兰趴在泳池边，对着我招手，那对大眼睛眨啊眨的，看得人心痒痒。不了不了，我怕水。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开玩笑，下去还能上来吗？而最让我意外的是林婉月，这位平时不苟言笑的高冷主管，此刻正坐在遮阳伞下看书。她换下了一成不变的职业装，穿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长发披散下来，少了几分凌厉，多了几分知性美。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她抬起头，喜颊微微泛红。老板，账目核对完了。她声音很轻，完全没有了工作时的干练。这周盈利翻了3倍，辛苦了，婉月。我笑着看着她，以后这种事交给下面人做就行，你是主管，该休息就休息，我不累。林婉月低下头，声音细若蚊蝇，能帮到你就好。看着眼前这一幕，我心里充满了满足感，这就是我要的生活啊！打打杀杀什么的，交给雷烈去干就好了，我就负责赚钱，然后陪着这几位大美女享受生活。然而，生活总是喜欢在你最得意的时候给你一巴掌。就在我以为可以一直这么幸福下去的时候，系统突然弹出了一个诡异的提示。检测到大厦扩建进度达标，正在生成第5层空中花园。检测到未知干扰，发现隐藏区域负1层。我猛地坐直了身子，负1层。我一直以为这大厦只有地上这几层，怎么突然冒出来个负1层？而且之前从未显示过。我调出大厦的全息结构图，果然在1楼的地基下面多出了一块灰色的区域，没有任何入口，也没有任何说明，就像是一个黑洞。系统，这是什么？权限不足，无法查看。警告，检测到来自负1层的异常信号波动。异常信号，我眉头紧锁，那种不好的预感再次涌上心头。就在这时，林婉月突然脸色苍白的跑了过来，连鞋都跑掉了一只。老板，出事了！他手里拿着那个用来监测信号的平板电脑，手抖得厉害。怎么了？慢慢说。我扶住他。地下传来了撞击声，林婉月的声音在颤抖，而且那个声音是有节奏的。我的异能分析出来，那是摩斯密码。摩斯密码，我心里咯噔一下，翻译出来是什么？林婉月抬起头，眼神中充满了惊恐和不解。翻译过来是陈念安。我脑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陈念安，我的名字，在这个末世，除了系统和这几个亲近的员工，根本没人知道我的全名。就连雷烈也只知道我叫陈店长，而地下的那个东西竟然知道我的名字，是警告还是陷阱？我松开林婉月的手，快步走到花园边缘，低头看向大厦的脚下。在那厚厚的水泥地基深处，在那无尽的黑暗中，似乎有一双眼睛正穿透了层层阻隔，
格，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里没有恶意，只有无尽的悲伤。是谁？我喃喃自语。大厦的无敌防御还在，无限能源还在，我是这里的神。可是这一刻，我却感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还没等我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脑海中一直稳定运行的系统突然发出了一声极其刺耳的噪音，这声音尖锐的像是用指甲在黑板上用力刮擦，让我瞬间头痛欲裂，捂着脑袋蹲了下去。老板，你怎么了？林婉月大惊失色，扔掉手里的平板就要冲过来扶我。别过来！我强忍着剧痛摆手。视网膜上的系统界面正在疯狂闪烁，原本那种淡蓝色的科技风界面，此刻变成了一片雪花点，所有的数值、商品，甚至是大厦的全息图都在扭曲崩解。警告：系统受到未知数据流冲击。警告：底层逻辑冲突，防火墙过载。随着最后一行红字闪过，眼前的光幕彻底黑了下去，大厦内的灯光也在这一瞬间全部熄灭。黑暗降临的如此突兀，就连那永不熄灭的无限聚变能源核心仿佛都停止了跳动。整个平安百货大厦，这座末世里的灯塔，第一次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我的心跳几乎停止了。大厦是我立足的根本，是我在这个末世活下去的唯一依仗。如果系统崩了，防御罩没了，面对外面那如潮水般的丧尸和变异兽，我们这些人连骨头渣子都不会剩下。老板，上官青竹的声音在黑暗中颤抖，带着掩饰不住的恐惧。别慌，我咬着牙，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大家先聚在一起，别乱动。漫长的等待是无尽的煎熬。就在我的冷汗快要浸透后背的时候，一声清脆的提示音响起，灯光再次亮起，但不再是那种柔和的暖白光，而是一种令人心悸的血红色。整个大厦内部，所有的照明设备都变成了红色，走廊、大厅，甚至是我所在的空中花园，都被映照得如同血池地狱。系统界面重新亮起，但这界面变得陌生而狰狞。原本整洁的菜单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屏幕中央一个巨大、不断跳动的鲜红色按钮，上面只有3个字：负一层，紧急任务发布。探查负一层，任务目标：寻找并接触0号实验体，任务时限24小时，失败惩罚：聚变能源核心过载自毁，大厦将被夷为平地，宿主抹杀。看着那行血淋淋的惩罚条款，我感觉喉咙发干。自毁、抹杀，这系统疯了吗？以前虽然有时候坑爹点，但好歹是辅助我变强的，现在的他就像是一个被人篡改了程序的疯子，直接拿枪顶着我的脑门逼我干活。老板，你看。林婉月指着那个通往楼下的电梯口，声音有些发颤。原本应该停在1或者5楼的电梯指示灯，此刻显示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串飞速变换的乱码。那扇平时闪着荧光的电梯门，此刻正透出一股阴冷的寒气。看来我们没得选了。我深吸一口气，站直了身子，眼神逐渐变得坚定。既然躲不过，那就只能硬刚了。上官，我转头看向还在发抖的上官青竹，这里交给你了。如果24小时后我们没回来，你就带着大家跑吧，能跑多远跑多远。老板，上官青竹猛地抓住我的手，我不走，我要跟你一起去。听话！我厉声喝道。大厦还需要人维持运转，外面的雷烈他们如果发现不对劲，可能会造反，你必须要留下来镇场子，这是命令。上官青竹眼眶红了，死死咬着嘴唇，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我知道了，老板，你一定要回来。安抚好上官青竹，我看向另外3人，婉月、林梦瑶、林子兰。这次任务九死一生，你们别废话了，老板。林梦瑶一边整理身上的战术胶衣，一边咔嚓一声给脉冲手枪上膛。我的命是你救的，就算去地狱，我也给你当保安。我也是。林子兰扛起重炮，虽然脸上还有些害怕，但眼神很坚定。林婉月推了推眼镜，恢复了那种冷静的知性美。老板，没有我的数据分析，你在下面恐怕寸步难行。看着这3个生死与共的伙伴，我心里涌起一股暖。好，我抽出毁灭者，将能量调节到最大。那就让我们去看看这地底下到底藏着什么鬼东西。专属电梯的大门缓缓打开，里面没有平时那种柔和的音乐，只有死一般的寂静。我们4人走进电梯，我伸手按向那个原本不存在的，现在却亮着红光的负一层按钮，指尖触碰的瞬间，一阵电流窜过全身。电梯门重重关上，没有下坠带来的失重感，反而有一种诡异的扭曲感，就像是空间被折叠、被拉伸。显示屏上的乱码疯狂跳动，电梯门开了，一股刺骨的寒气扑面而来，夹杂着一种说不出的腥味，不是血腥味，更像是某种化学药剂混合着陈旧铁锈的味道。我们走出电梯，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愣住了。我们想象中的负一层可能是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或者是爬满青苔的下水道，但眼前是一条充满了科幻感的银白色长廊，墙壁、地板、天花板全部由不知名的金属打造，泛着冷冽的光泽。头顶上是一排排嵌入式的灯带，散发着惨白的光。但这原本应该极具未来感的场景，此刻却让人毛骨悚然，因为那银白色的墙壁上布满了一道道触目惊心的爪痕，那些爪痕深达数寸，切口整齐，甚至连金属墙壁都被撕裂翻卷起来。什么样的生物能有这种力量？而在地面上更是大片大片早已干涸发黑的血迹，像是一幅抽象的地狱绘卷，一直延伸到走廊的深处。老板，我的异能被压制了。林婉月突然脸色一白，身体晃晃。这里的磁场很奇怪，我的精神念力像是陷入了泥潭，探测范围被压缩到了身前5米。我的设备也是。林梦瑶看着手腕上的战术终端，这里完全是个信号黑洞。我心里一沉，我的空间异能虽然还在，但也感觉到了一股明显的阻力，就像是在水里挥刀，虽然能动，但消耗大了数倍。都小心点，背靠背，慢慢推进。我举起枪，走在最前面。这条长廊很长，两侧是一间间用透明防爆玻璃隔开的房间。我不经意间往左手边的房间看了一眼，瞳孔瞬间收缩。那是一个类似于生物实验室的房间，房间中央摆放着一个个巨大的圆柱形培养舱，大部分
分培养舱都已经破损，玻璃碎片落了一地，里面的营养液早已流干。但在一个还算完好的培养舱里，我看到了一具尸体，那不是人类，它有着人类的躯干，但四肢却是某种节肢动物的利爪，背部还长着尚未发育完全的骨。它的脸贴在玻璃上，眼窝深陷，死状极惨。更让我感到恶心的是，它的胸口处镶嵌着一块熟悉的灰色晶体，这是在做生物实验。林子兰捂着嘴，差点吐出来。不只是生物实验，林婉月盯着那个培养舱下方的名牌，声音有些发颤。你们看这个编号。我凑过去看了一眼，名牌上刻着一行小字：实验体编号 B739，融合素材人类加变异螳螂，状态失败，排异反应致死，一股寒意直冲天灵盖。老板，你看那边！林梦瑶突然指着右侧的房间喊道。那边的景象更加骇人，整个房间里全是断肢残壁，墙壁上用鲜血写满了扭曲的文字。虽然字迹已经模糊，但我还是依稀辨认出了几个字：系统是假的，快跑！我握着枪的手心全是冷汗。这平安百货大厦的地下竟然藏着这样一个如同地狱般的实验室。那个给我发布任务、给我物资、让我升级的系统，到底是好是坏？他建造这个实验室是为了什么？别看了，继续走！我强压下心头的恐惧，不管这里有什么秘密，既然来了，就得弄清楚。那个0号实验体肯定就在最里面。我们沿着长廊继续前行，越往里走，那种压抑感就越强，墙壁上的爪痕也越来越密集，血迹也越来越厚，甚至我们在地上看到了几具穿着白大褂的研究员尸体，他们早就变成了干尸，但脸上的表情依然定格在极度的惊恐之中，仿佛死前看到了什么不可名状的恐怖存在。老板，前面有光。走了大约10分钟，林婉月指着走廊的尽头说道：“那里是一扇巨大的紧闭着的金属大门，大门上用醒目的红色油漆画着一个巨大的禁止符号，旁边写着一行大字：核心控制室，极度危险，0号实验体囚禁中，非 S 级权限严禁入内。”就是这里了。我深吸一口气，走到大门前，那个红色的负一层任务图标在疯狂闪烁，箭头直指这扇门后。准备好了吗？我回头看向三女，她们虽然脸色苍白，但都没有退缩，紧紧握着手中的武器。我伸手按向门锁，这次不需要暴力破门，我的手掌刚放上去，门锁就自动识别了。沉重的金属锁扣弹开的声音在死寂的长廊里回荡，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大门缓缓向两侧滑开，一股强烈的光芒从里面射了出来，刺得我们睁不开眼。当眼睛适应了光线后，我们终于看清了里面的景象。那一瞬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整个人僵在了原地。不仅是我，所有人都像是被雷劈了一样，目瞪口呆地看着前方。这怎么可能？林婉月喃喃自语，手里的平板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房间中央是一个巨大的悬空平台，而在平台正中心，无数根粗大的锁链从天花板和地板上延伸出来，将一个人死死地锁在半空中。那个人浑身赤裸，只有腰间围着一块破布，他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皮肤上布满了诡异的黑色纹路，右臂齐根断裂，伤口处还在滴着黑色的血。他低垂着头，长发遮住了面容，但当听到开门声，他缓缓抬起头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张脸，那张苍老、憔悴、布满伤痕，但依然轮廓分明的脸，竟然和我长得一模一样。那张脸除了多了一些岁月的刻痕和狰狞的伤疤，无论是五官轮廓还是眼神深处的那抹倔强，都和我每天早上在镜子里看到的一模一样，甚至连他左眉骨那道小时候磕破留下的细微疤痕都分毫不差。老板，他是你失散多年的哥哥。林梦瑶咽了口唾沫，手里的脉冲手枪都不知道该往哪指。我看着那个0号实验体，他也正在看着我。尽管被无数根管子插满全身，尽管失去了一条右臂，尽管虚弱的仿佛下一秒就会断气，但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却闪过一丝像是解脱，又像是悲悯的光芒。他突然剧烈咳嗽起来，黑色的血沫顺着嘴角流下。你终于来了。他的声音嘶哑破碎，像是2块生锈的铁片在摩擦。另一个时间线的我，这句话如同平地惊雷，在我们4人耳边炸响。另一个时间线，我上前一步，想要看清他，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这到底是哪里？别过来！0号突然低喝一声，虽然虚弱，但那种上位者的威压却让我下意识地停住了脚。别靠近那个结界，会被吞噬。他喘息着，抬起仅剩的左手，指了指自己周围。我这才发现，在他身体周围半米处，有一层极其微弱、近乎透明的空间屏障。那不是保护罩，而是一个囚笼，里面充斥着令人心悸的毁灭能量。我是谁？0号苦笑一声，那笑容里满是自嘲和凄凉。我是上一任店长，是这个所谓的平安百货大厦的前任主，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你可以叫我0号，上一任店长。我感觉脑子不够用了。系统说我是被选中的唯一宿主，大厦是第一次降临。唯一？0号打断了我的话，眼中的悲悯更浓了。系统对每一个陈念安都是这么说的，每一个。我抓住了这个关键词，是的，每一个。0号缓缓抬起头，目光穿过我们，仿佛看到了无数个平行时空。这里并非你以为的简单的末日世界，这个所谓的平安百货大厦系统，也不是什么从天而降的金手指，它是一个筛选器，一个残酷的、没有感情的筛选器。0号的声音在空旷的控制室里回荡，带着彻骨的寒意。他创造了无数个平行的末日实验场，在每个世界里都投放一座大厦，并选中一个陈念安作为宿主。他给我们无敌的防御，给我们无限的物资，给我们升级的快感，就像是在养蛊。他在筛选什么？我颤声问道。筛选一个完美店长。0号看着我，眼神变得锐利，一个能够突破系统限制，真正掌控大厦，甚至反过来吞噬系统的神。可惜我失败了。0号低头看了看自己断裂的右臂，我也曾像你一样，以为自己是天选之子。我扩建大厦，清扫丧尸，甚至统一了整个星球的幸存者。直到那天，我的大厦升到了10级，触发了终极试炼。0号眼中闪过一丝恐惧，那是即使面对死亡也无法抹去的阴影。湮灭军团降临了，那是系统的清理程序。他们不是生物，不是丧尸，而是一群专门用来抹除错误数据的杀戮机器。他们无视物理攻击，无视能量防御，甚至能直接啃噬空间。我以为我能挡住，我有无数的能量武器，有
有数以百万计的异能者大军，但在湮灭军团面前，就像是纸糊的一样。大厦崩塌了，我的员工、我的朋友、我的爱人，全都死在了我面前。林浩的声音哽咽了，2行血泪顺着脸颊流下。系统判定我失败，但他没有直接抹杀我，而是回收了我，把我关在这个时空夹缝的负一层，抽取我的生命力，作为维持这个实验场运转的电池，直到下一个陈念安出现。听完这番话，整个控制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林婉月捂着嘴，眼泪无声的流下。林梦瑶和林子兰紧紧握着彼此的手，身体在发抖，而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冻结了。我一直引以为傲的系统，一直赖以生存的大厦，竟然是一个吃人的陷阱。我现在的风光不过是步了这个林浩的后尘。既然是这样，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那你为什么还要发那个信息？如果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轮回，好又有什么用？因为你不一样。林浩猛地抬起头，死死盯着我，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以前的几百个陈念安虽然也来到了这里，但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贪婪、傲慢或者恐惧。只有你，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曾经没有的东西。是什么？我下意识问道。情感。林浩看向我身后的林婉月和双胞胎姐妹。以前的我把员工当成工具，当成 NPC， 而你把他们当成了伙伴，当成了家人。这种情感是系统无法计算的变量。林浩的目光落在我腰间的毁灭者上，那是系统奖励的专属武器，而且你的进化速度太快了，快到让系统感到了威胁。威胁？是的，正常的实验流程，宿主至少需要3年才能接触到负一层，而你只用了不到1个月。林浩深吸一口气，抛出了一个更加惊人的炸弹。那个摩斯密码其实不是为了让你逃跑，而是为了逼系统现身。逼系统现身？我不解。湮灭军团平时沉睡在维度裂缝中，只有当系统判定实验场出现不可控因素时，才会提前唤醒他们进行清理。我发出信号，就是为了让系统误以为你已经失控，从而提前启动清理程序。你疯了！我忍不住吼道。你刚才还说湮灭军团不可战胜，你把他们引来，不是让我们死得更快吗？置之死地，方能后生。林浩惨然一笑。正常情况下，以按部就班的升级，等到10级面对完全体的湮灭军团，必死无疑。但现在提前唤醒的只是先遣队，力量不足全盛17的1/10，这是你唯一的机会，打破循环，反噬系统，成为真正的大厦之主的机会。话音未落，一声巨响仿佛来自天外，震得整个地下空间都在剧烈摇晃。头顶的金属天花板开始出现裂纹，警报声凄厉的响起。警告！警告！检测到非法入侵，位面屏障破碎，清理程序启动，湮灭军团降临。来了！林浩猛地抬头，眼中满是决绝，比我想象的还要快。陈念安，听着！他冲我大吼，声音穿透了警报声。想要活下去，光靠你现在的力量是不够的，你需要打破系统的底层逻辑。怎么打破？我也急了。大厦已经在震动，说明上面的防御罩正在遭受攻击。融合！林浩伸出仅剩的左手，手掌贴在那个囚笼的光幕上。我是你的过去，你是我的未来，我们本就是同一个人。用你的空间异能打破这个囚笼，接受我的记忆，接受我的力量。只有2个陈念安合2为1，才能进化出超越系统的力量的维度主宰。老板，上面出事了！林婉月看着平板上的监控画面，惊恐地喊：天空裂开了！屏幕上，大厦上方的天空不再是阴沉的云层，而是裂开了一道巨大的漆黑的缝隙。无数全身漆黑、没有五官、手持光刃的人形怪物，像下饺子一样从裂缝中涌出。他们落在光子防御罩上，手里的光刃轻易地切开了防御罩，就像切开一块豆腐。上官姐他们，林梦瑶指着屏幕一角，画面中，上官青竹带着雷烈等人正在拼死抵抗，但那些黑色的怪物根本无视子弹和异能，一颗火球砸在怪物身上，直接穿了过去；一发子弹打在怪物头上，也直接穿透。他们仿佛没有实体，但手里的光刃却能轻易收割生命。雷烈的几个手下瞬间被切成了2半，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上官青竹被逼到了角落，眼看就要被一只怪物斩首。混蛋！我怒火中烧，眼睛瞬间红了。那里有我的大厦，有我的员工，有我的家，绝不能让这群鬼东西毁了这一切。融合是吧？来啊！我怒吼一声，不再犹豫，体内的空间异能疯狂运转，全部汇聚在手掌之上。给我开！我猛地一掌拍在那个囚笼的光幕上，空间撕裂，那个困住林浩无数岁月的囚笼，在2个陈念安的里应外合下，终于出现了一道裂缝。好样的！林浩笑了，虽然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致，但他的眼神前所未有的明亮。他的身体化作一道流光，顺着那道裂缝直接冲进了我的体内。无法形容的剧痛瞬间席卷全身，那不是肉体的疼痛，而是灵魂被撕裂再重组的痛苦。无数原本不属于我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涌入脑海，那是林浩的一生，他在另一个末世的挣扎，他的奋斗，他的荣耀，以及他看着大厦崩塌时的绝望。所有的痛苦、不甘、愤怒，在这一刻全部变成了我的燃料。我的意识仿佛超脱了肉体，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维度。我看到了大厦的每一条数据流，我看到了系统的底层淡然，我看到了那些正在屠杀的湮灭者，其实只是一串串被具象化的病毒程序。而在我体内，原本的空间异能正在发生质变，不再局限于3维的空间，而是触及到了时间的边缘，触及到了维度的真理。一股恐怖的气浪以我为中心爆发开来，直接震碎了整个地下控制室的玻璃。林婉月3人被这股气浪推得后退了好几步，但他们没有害怕，而是惊喜地看着我。此时的我全身悬浮在半空，双眼不再是普通的黑色，而是变成了深邃的银色漩涡。我的右手上缠绕着一圈圈肉眼可见的空间波纹，这就是维度主宰的力量吗？我握了握拳，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我的掌控之中。那些所谓的湮灭军团，在我眼里不过是一群待删除的垃圾文件吧。婉月、梦瑶、紫兰，我转头看向他们，声音变得空灵而威严，抓住
住我。三人毫不犹豫地冲过来，抓住了我的手臂。我意念一动，没有坐电梯，也没有走楼梯，我们直接无视了空间距离，瞬间消失在原地。下一秒，我们出现在大厦一层的大厅中央。此时的大厅已经是一片狼藉，光子防御罩已经破碎，数十只黑色的湮灭者正在屠杀。雷烈浑身是血，倒在血泊中，生死不知。上官青竹手里拿着断裂的匕首，背靠着收银台，绝望地看着面前那只高举光刃的湮灭者。老板，对不起。他闭上了眼睛，等待死亡的降临。谁敢动我的人？一个冰冷的声音突兀地在大厅里响起。那只湮灭者的光刃在距离上官青竹脖子还有1厘米的地方突然停住了，紧接着就像是一个肥皂泡破裂一样，那只恐怖的免疫一切物理攻击的湮灭者毫无征兆地消失了。不是被杀死，是被抹除，从这个维度上彻底抹除。上官青竹猛地睁开眼，他看到了那个悬浮在大厅中央，浑身散发着银色光芒的身影。老板，他喜极而泣。我看着周围那些还在肆虐的湮灭者，眼神冷漠如冰。清理垃圾的时间到了。这句话很轻，但对于大厦里的幸存者却如同神谕。我悬浮在半空，俯视着大厅里那如同地狱般的景象。那些黑色的湮灭者就像是电脑屏幕上的坏点，正在疯狂地侵蚀着大厦的一切。他们所过之处，无论是坚固的合金货架，还是幸存者的血肉之躯，都会瞬间消失，变成虚无的数据流。一只正在追杀雷烈的湮灭者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存在，他没有五官的脸上突然裂开一道黑色的缝隙，发出一声令人灵魂战栗的尖笑。他放弃了雷烈，转身化作一道黑色的闪电，直冲我而来，手中的光刃带着能够切割空间的恐怖力量，狠狠劈向我的脖子。小心！上官青竹惊恐的尖叫，但我没有躲。看着那个急速放大的光刃，我的内心平静的像是一潭死水。在维度主宰的视野里，这个不可一世的湮灭者不过是一堆由低级代码堆砌而成的2维纸片人罢了。无知！我抬起右手，对着冲过来的湮灭者轻轻一握，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只原本立体凶悍的湮灭者突然像是被压路机碾过的照片一样，身体瞬间变得扁平。他还在前冲，还在挥刀，但他已经不再是一个3维生物了，他变成了一张薄薄的黑色纸片，飘荡在空中。全场死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这违背常理的一幕。这是什么？雷烈捂着断掉的手臂，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我伸出手指，对着那张纸片轻轻一弹，纸片瞬间碎裂，化作无数黑色的粉末消散在空气中。一只让4阶异能者都束手无策的湮灭者就这么没了。同伴的死亡并没有让剩下的湮灭者感到恐惧，他们是系统的清理程序，没有感情，只有杀戮的指令。剩下的30多只湮灭者同时放弃了眼前的目标，全部将矛头对准我。他们像是一群黑色的蝗虫，从四面八方扑了过来，封死了我所有的退路。老板，林婉月想要用念力帮忙，但她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念力根本无法锁定这些怪物。不用怕，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那个眼神里充满了绝对的自信。在这个大厦里，我就是神。我深吸一口气，体内的维度之力疯狂运转，空间玻璃，我双手猛地向两侧推开，轰！整个大厅的空间仿佛在一瞬间凝固。那30多只扑在半空中的湮灭者，就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全部定格在了原地。不管他们如何挣扎，如何嘶吼，都无法移动分毫，因为他们所在的那一小块空间已经被我从现实世界中彻底剥离出来。我右手握拳，猛地一捏，就像是捏碎了一块饼干。那30多只湮灭者所在的空间瞬间崩塌，压缩，他们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被恐怖的空间乱流搅成了粉末。大厅里瞬间清静，只有满地的狼藉和幸存者们粗重的呼吸声在回荡。神，这是神！一个幸存者跪在地上，痛哭流涕。雷烈看着半空中的我，眼神里已经不仅仅是敬畏，而是深深的恐惧。这种力量早就超越了异能的范畴，这简直就是造物主。但我知道，战斗还没有结束。头顶上传来更加剧烈的震动，大厦的天花板开始皲裂，那是位面通道正在扩大的征兆。那个裂缝里还有无数的湮灭者正在涌出，如果不关闭通道，杀再多也没用。我抬头看向那个漆黑的裂缝，眼神变得无比凌厉。婉月，把大厦所有的能源都接过来。我通过精神链接对林婉月下令。是，老板。林婉月没有任何犹豫，双手在虚空中飞速操作，聚变能源核心功率全开，超频模式启动，所有能量正在汇聚，整座大厦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声音，所有的灯光瞬间熄灭，所有的防御设施全部停摆，所有的能量在这一刻全部汇聚到了我手中的那把枪上。那是系统给我的奖励，也是他给自己留下的后门，更是我现在唯一的破局支持。原本黑红相间的枪身，此刻变得通体赤红，散发着令人心悸的高温，枪口处的空间甚至因为能量过于庞大开始崩塌。我举起枪，系统，这是我给你的离职信，毁灭终言。一道直径超过10米的巨型赤红光柱冲天而起，这一刻天地失色，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了这一道光。光柱带着无与伦比的毁灭气息，瞬间贯穿了大厦的穹顶，狠狠地轰进了那道漆黑的位面裂缝。裂缝深处传来一声类似于电子音的惨叫，那是系统的核心程序被击碎的声音。原本还在不断扩大的裂缝，在这一击之下开始剧烈颤抖，然后坍塌，就像是一张被人用力揉成团的纸。那个连接着湮灭军团的通道被强行关闭了。随着最后一声闷响，裂缝彻底消失，天空重新恢复了那种灰蒙蒙的颜色。虽然依旧是末日，但在我眼里却比任何时候都要美丽，因为那代表着自由。系统严重受损，底层协议崩溃，正在解绑成功。宿主陈念安，状态脱离控制。视网膜上那个一直伴随着我的系统界面最后闪烁了一下，然后彻底消失了。大厦内的灯光重新亮起，虽然有些昏暗，但却是真实属于我们自己的光。我缓缓降落在地上，手里的毁灭者已经因为过载而变成了一块废铁，但我一点也不心疼。结束了。上官青竹扔掉手里的断刀，不顾一切地冲过来，紧紧抱住了我。老板，你吓死我了！他哭得梨花带雨，眼泪鼻涕全蹭在了我那件帅气的风衣上。紧接着是林婉月、林梦瑶、林子兰，4个女人把我围在中间，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劫后余生的喜悦和泪。
泪水。咳，轻点，轻点，我要被勒死了。我虽然嘴上抱怨，但手却紧紧搂住了他们。这一次，我没有像林浩那样失去一切，我守住了我的大厦，守住了我的伙伴。老板，我们以后怎么办？稍微平静下来后，林婉月推了推有些歪掉的眼睛，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系统没了，任务没了，升级奖励也没了，平安百货大厦以后该何去何从？怎么办？我笑了，笑得无比轻松，当然是继续做生意了。我指了指周围那虽然破败但依然屹立不倒的大厦，虽然系统没了，但大厦还在，物资还在，无限能源还在，最重要的是我也还在。现在的我是维度主宰，就算没有系统给我刷物资，我也能利用空间能力去其他位面进火，去其他世界探索。林浩走之前给了我一个坐标，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闪烁着微光的数据芯片，那是林浩在消散前留给我的最后一份礼物。他说那是真正的主世界，那里有无数个像我们这样的位面，有更广阔的市场，有更丰富的资源。我看向四女，眼中闪烁着野心的光芒。这破末日太小了，不够我们折腾，我们要把平安百货大厦开遍诸天万界。到时候上官你是万界第一导购，婉月你是万界首席总裁，林梦瑶、林子兰就是万界最强保安团。怎么样，敢不敢跟我一起去疯一把？四女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火焰。只要有老板在，去哪都行。我要穿那套新制服去，我要吃万界最贵的鸡腿。听着他们叽叽喳喳的声音，我看向大厦外那片渐渐放晴的天空。虽然系统没了，但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雷烈，我冲着还在地上装死的雷烈喊道：“别装了，起来修大门，修不好扣你工资。”是，老板放心，保证修的比以前还结实。雷烈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跑得比兔子还快。看着这充满烟火气的一幕，我深吸一口气，对着虚空挥了挥手，那是对林浩的告别。这一次，我会替你，替所有的陈念安，活出一个不一样的未来。